末日来临，许多多觉醒空间一秒，没想到的是，他却变成了丧尸，不仅体型还变回了小时候，脑子还不好使，是一幕需要等待。直到末日第26天，救援队来到了。难道我就要死了？许多多默默摸了心脏，没有心跳，他忍不住泪流满面，脚步声越来越近。哎，这护门怎么这么难开？门突然被踹开。身上有没有伤口？被丧尸啃了？请如实回答。这位女士，你再不回答，很可能影响你被救援的时间，你能明白？小班长，许多多，我靠，不是，你怎么这么多年没什么变化，还是这么长脸？秦洛检查了许多多的状态，确认他没有脉搏。你这脑袋瓜不是挺机灵的吗？怎么没熬过初期？能听懂我的话？能听懂就点点头。哎，小班长不愧是小班长啊，变成丧尸了也比别人聪明。看着我，我问你要不要跟我走，说不准跟我回基地，你还有救。我们研究所的季教授还是很厉害的。行了，那就走。想不到吧？有朝一日你还能落我手里，是不是，小班长？许多多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，车厢。秦哥，你真的要带着小班长？但他已经变丧尸了。怎么样啊，秦哥？看你这抱着不撒手的样子，小班长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好看？滚滚滚！不是，你是忘记了，是谁每次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都说小班长是你初恋的？走，你们这些人烦不烦啊？能不能老实开车？行了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那都是玩真心话大冒险，我为了应付他们乱说的。我现在能夜视，看我的技能点之一，只是现在还不太稳定。操，动物园里的大象跑出来了吗？变异没有，异化程度多少？异化程度1级，4肢异化加强。妈的，还好只是1级，不然咱们这几辆车都不够他塞牙缝的。这还是只是开始，过段时间兔子都能一口一个小朋友。认识目标10分钟。开跑！10分钟后，前方有雷暴，我们去前方的工厂躲躲吧。秦哥，仓库这些罐头，咱们是通知总部派人过来取，还是联系 B 队的小安？他的异化方向也是空间，寄存在他那边，虽然要给他50%，给总部的话，咱们只能捞到积分。这个厂区算是污染多少大，越往后物资越稀缺，我建议是能留下多少是多少。许多多拍了拍秦洛，抬手指向罐头。他意识到自己发出的声音不对，又闭上嘴。卧槽，秦哥小班长说话了！天哪，他叫的好可爱。小班长可爱是你能夸的吗？你干嘛呢？去罐头那边，你还能吃罐头啊？许多多爬下来，捏着一个自评，手指轻轻一指，下一秒罐头全消失了。3人看到这一幕，全都惊呆了。老天，这真的不是做梦吧？这么多的物资说没就没，看来小班长的空间也不小了。好了，这件事大家都要好好保密。风暴太大了，我们在这里休息一晚再出发。王刚去给幸存者发些吃的。好想吃点热乎的，有吃的就不错了。过段时间连干粮都没有。那丧尸要吃什么？许多多伸手变出一碗皮蛋瘦肉粥，递给陈小飞。我天，谢谢小班长。我靠，真的好香，呼，舒服了。小班长，你就是神仙吧？居然还有热乎乎的热粥。小班长有点偏心啊。许多多拿出另一个保温杯递给白鼠。谢谢小班长，我错了，小班长，你是天底下最公平的人。秦洛这边也开始暗搓搓的期待着，可许多朵却不动。秦洛急了，我的呢？好歹我也带着你一路，我没有吗？许多多递给秦洛橙红色的保温杯。末世开始快1个月了，终于吃上一顿好的了，小班长真棒。那么重点来了，小班长吃啥？他总不能跟植物一样进行光合作用吧？以后还有没有太阳都不一定。看看这头顶上厚厚的乌云。许多多无奈地看着他们，小诗诗泪流满面。看把你给委屈的，你说说你要吃什么？吃肉就算了，血淋淋多难看。咱们女孩子不能干这么不优雅的事情。你要是要喝血，我们几个也就舍命陪君子，给你血喝。闭环的哥们，小班长给咱们吃的，回头咱们给小班长吃。哎，咱们小班长就算不算也吃上他自己准备的食物。许多多无语地拨开秦洛的手。王威虎闻到香味，也走了过来。卧槽！快吃了闭嘴！小班长拿的，香惨了。你们也不怕他们闹起来？等会儿说我们搞区别对待。半夜，大家都悄然入睡。秦洛、陈小飞在睡。突然，幸存者中出现了骚乱。
他想咬死我，为什么还会有丧尸？幸存者中有人变成丧尸咬人。别吵，现在开始，身体有发热不适的人都站出来。突然，一群尖叫划破了寂静的丛林。秦洛抬头望去，只见一群变异的猴子把他们包围起来，眼神贪婪地盯着眼前的幸存者们。下一秒，猴群就朝着众人袭来。所有人少的地方比多，站得太散，我们没办法挨着。秦洛一个人重进猴堆，嘎嘎乱杀一刀一个猴子。徐朵朵发现夜晚的自己要给头通明，于是他便捡起罐头，朝着面前的一个猴子就扔了过去，直接被罐头砸得开了。他的这番举动终于引起了其他变异猴子，一下子又有4只朝他扑了过来。徐朵朵看着那群恶心的猴子，皱了皱眉，下一秒就从空间里掏出一把电锯。等到陈小飞和白树解决完，赶到许多多时，他身上全是血污，手上拿着把电锯，沉默地看着眼前过于残暴的景象。陈小飞和白树的表情都有些严肃，白树更是握紧了手里的枪。小班长，小丧尸乖乖的点点头，居然还嗯了声。两人松了一口气，好家伙，差点以为你彻底没了意识了。秦洛那边解决了猴王，看样子是受了些伤，手里还握着一颗冒着莹莹绿光的晶体。秦哥，你手没事吧？这东西就是一盒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徐朵朵闻见秦洛手里的一盒就馋这味道，有点像什么清甜的水果味，于是也小眼巴巴的凑了过来。只不过当对上秦洛的眼神时，他又把头缩了回去。徐朵朵现在有点怕秦洛这家伙是会杀了他的，包括这个小队里面的任何一个人。如果他真的彻底失去理智，变成会吃人的怪物，他就会死。不过如果真到了那一天，那他也宁愿死去。陈小飞试图向秦洛解释徐朵朵是有神智的，结果却听到一阵咕咕的动静。是的，在一个本该严肃的场合下，徐朵朵饿了。不是，小班长饿了，那可咋办？秦洛发现许多多盯着一盒，似乎很饿。怎么想要？徐朵朵看着手中的一盒，失猛了，抬头看了看秦洛的表情，又不像在开玩笑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好想吃，可为什么心里还有人类的羞耻感？可是我真的好饿呀！秦哥这么做好像不合规矩吧？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，就是一个最低等级的一盒，想吃就让他吃吧。它的价值难道不比1级一盒值钱？总部盘问，我担着。一通折腾，天都快亮了，众人直接出发。5个小时后抵达幸存者基地。秦洛带着徐朵朵来到研究室，徐朵朵乖乖配合地做着各种检查，结果出来的很快。虽然没有心跳，但他的其他器官都是正常的。至于不能说话的原因，只是心理问题。等他想开口说话时，说不准就自然而然的好了。由于仪器检测不出空间异能，最终得出了一个让大家都不是很满意的结论。这家伙就是一只大概可以实现长生不老的小废物丧尸。出了研究所，秦洛领着许多多回到了住宅区。我房间是1900，你的是1901，老王在1905，老白的是1906，小飞的是1907，他们仨的就在边上。到了房间里面是一居室，一房一厅一厨一卫。小丧尸看了看自己身上脏兮兮的，小心翼翼地调好热水器温度。哎呀，熟了。洗完澡后，许多多还在搓衣服。秦洛和陈小飞他们来了，于是他满手泡泡跑去开门。小班长，看看我们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。你在干嘛？你洗那衣服做什么？一堆污染液体，这东西得装进密封垃圾袋，再扔到楼下的有害垃圾桶里。吓得他赶紧想去捞衣服，结果秦洛拦住他的动作。我来，你洗你的手，洗完就出去吃饭。这俩人怎么这么自来熟？这是我的房子呀，能不能尊重一下小诗诗？许多多气鼓鼓地跑出去，就看见桌上放着3块一盒。快看，为了欢迎你加入我们3A 特殊作战队，我们秦哥可是花了大价钱给你买了3颗一盒回来。小班长，你真是绝了，别的普通人和异能者直接吃一盒都得暴毙，你居然能当糖嚼着吃，你再吃一个给我看看。啧，你把它当猴玩呢？说完，秦洛就下楼处理垃圾了。哇哇，好香啊！但他肚子这会儿还不饿，就把一盒收进了房间。先吃饭吧，才10天而已，食堂的食物就又少了8成。这袋馒头你们猜多少积分？多少？8个馒头，200积分。现在救援的幸存者太多，基地的粮食紧巴巴的。有馒头吃就已经不错了，将就着吃吧。许多多默默掏出一桌子菜，然后他们仨都呆滞了，盯着这桌子菜死死不放。老天，我怕不是在做梦。小班长，你是小多了吧？救命！我有多久没见过正常的饭菜了？这真的不是梦。谢谢小班长，小班长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哦，不是，是最好的诗。陈小飞是哭着吃的。
秦洛回来的时候，发现仨队员没了，成了3头猪，对着香喷喷的饭菜狂滚，一个个腮帮子鼓鼓。好刺好刺，亲个快刺！最后他们还是吃光光。救命，好撑！吃完饭后，大家讨论着明天的行程安排。明天我们先去 C 市收集粮食，因为这边距离最近。然后在 C 市对面的 I 市区收集武器，可以的话能一并收走。次日一大早，秦队，您的车子经过总部审批，已经获得最大的升级，这边案件是全封闭状态。秦洛这边交接完毕的时候，发现许多多这枚小丧尸正趁着别人不注意，在笨拙的往上爬，他直接过去把他拧上去了。上不去就吱一声，自己瞎折腾不累啊？这么多队友是摆设？许多多爬上去后并不搭理他，小诗诗也会觉得丢脸。出发途中，小诗诗掏出了4瓶凉茶，说出白树就让他往前递。哇，小班长你也太好了，居然还有凉茶，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有？话说你有没有零食啊？你当春游呢，陈3岁还零食？一路上，4人负责打怪，小丧尸负责囤囤，车车囤囤，零食囤囤，丧尸囤囤。哎呀，等等，这个幸存者都联系总部接回去了。就在距离 C 市200公里的路上，他们遇到了通缉一手，蛇人袭击。秦洛把车开到开阔，许多多看着他打1条大白蛇。从炮火、枪支、弹药轮轰一轮没效果后，秦洛就换上他的双刃刀上卷剑乱砍。王威虎在团队里充当靠山，他的异能是力量提升，同时也提高肉厚的充当团队的肉盾。陈小飞的异能是提升速度，他就是负责吸引敌方注意力，不停地干扰变异蛇人，把变异蛇人弄得眼花缭乱。白树的异能是眼睛，他的射击很准，每次一枪都能打出一条血路。奈何这条蛇太能躲。秦洛是稀有的雷暴系异能。大白蛇被公猪激怒到狂暴，把王威虎和陈小飞背了。许多多看着干着急，大白蛇发心叫起来，听得脑袋疼。就在这时，秦洛被大白蛇卷起来了。许多多看见后，脑子嗡的一声，他下意识往他们的方向猛跑。不要，秦洛你不能死！某个瞬间，他好像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。许多多，快跑！姐，丧尸也来凑热闹，好啊，快来，让我嚼一口，嘎嘣脆，鸡肉味。天，老子是你爹！你再说一句试试，你想吃谁？变异蛇人直接被电得浑身裂开许多小伤口，直冒血。好痛，弄死你！秦洛直接被他甩了出去，砸上了高速公路边上的山壁。许多多脑子耳朵嗡嗡作响，他面前忽然拂过一阵腥臭的风，世界好像都变慢了似的。变异大白蛇张着血盆大口，巨大的尖牙就亮在面前。许多多下意识伸手挡在面前，接着意识海里忽而传来几个字眼，他下意识地跟着无声默写，空间瞬间凝固住。接着他就亲眼看见这条变异大白蛇在他面前定格，眼珠子瞪着老大，下一秒他就炸了，整个巨大的蛇身炸裂，全场寂静无声。王威虎和陈小飞直接看呆了。靠，绝了，小班长牛逼！许多多还在发毛，秦洛一身伤痛的要命，但他还是第一个站起来，勉强撑着身体走到许多多旁边。秦洛看见脚边上掉落的红色玉盒，就顺手捡起来塞小丧尸手里。许多多下意识伸出小爪子抓着一盒，整个尸还是呆呆的。王威虎和陈小飞还瘫在地上，俩人一阵龇牙咧嘴，太疼了。白树受的伤最轻，就是被这蛇的声波攻击弄伤了。秦洛抱着许多多钻进后排座位里，搂着许多多，两个都睡着了。靠，真是够猛的！这变异蛇人几级啊？难打的要死！我差点以为今天咱们得折在这儿。呸！这不是有小班长吗？妈呀，说起来小班长怎么回事？我有一瞬间觉得好像时间变慢了。听说空间系异能强一点的话，是能研究出必杀招。这个同级任务的奖金已经升级到20万积分，刚到账，我划给小班长10万积分，剩下的10万积分咱们4个平分，大家没有意见吧？都行，我无所谓。行了，再多给点小班长也行，要不是他最后来了个隐藏必杀技，我们都仨今天真的交代在这儿。太弱了，我是说咱们太弱了。现在打这些东西才3星丧尸啊！这次真是愧不敢当，要不是小班长，我们还真不一定打得过这家伙。几个小时后，小诗诗醒了，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旧仓库里面，很空旷，周边还有很多幸存者们在休息。小班长，你醒了？白树看着他寻找秦洛的样子，都不搭理他们了，就顺手拐走他们俩，免得当电灯泡。秦洛也还没洗漱，他提溜着许多多就带着他到沐浴间。秦洛能发现小家伙好像更呆了，退化到刚认识他那会儿的状态，反应慢半拍，延迟的不要太久。行了，别琢磨了，脑袋瓜都得看烧掉，好好洗洗休息一下。
秦洛从他自己的储物空间群里面掏出个洗衣机，刚好够把许多多放进去。他还挺满意自己的节奏。我可真是天才，你快洗吧。洗完澡后，完蛋了，许多多，你好像变得比以前更笨了，哪天被人拐走怎么办？小班长怎么了？感觉他咋变呆了？估计是后遗症吧，感觉他这招有点类似压缩空间，直接把蛇人压榨了。这么说起来，小班长这杀招很厉害啊，就是使用过度容易反噬导致智力倒退。就是不知道他这得多久恢复好，又或者是这还能不能恢复好？结果不看不知道，一看一个大无语。秦洛正掰着小丧尸的嘴巴看牙齿，还把手指往人家嘴里伸。不是，你洗手没有你就往人家嘴巴伸手指？秦哥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变态？哎，我刚洗完澡，手哪脏了？不对，我是给他看牙齿，他长小尖牙了，你们知道吗？绝了，真是！难道小班长这是要完全丧尸化了？真的绝了，超可爱！白树他们仨表情就垮掉，觉得他有毛病。是不是前面战斗过度，他脑子也出问题了来着？行吧，好像确实还挺可爱，但这不是重点了。趁着他们4个在说话，许多多偷偷摸摸靠在秦洛怀里，再偷偷摸摸的探他脖子，想咬。4个人齐齐看向许多多。小班长乐啦，这是一盒呢，就是亮晶晶的东西，在小班长你空间里面，你翻翻。许多多还是愣愣的看着他。完了，小班长多不认人了。他自己拿不出来，能不能吃点别的？营养液他吃不吃？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们又恢复到以前吃土的日子了。3天后，小丧尸恢复神采，掏出一堆好吃的。小班长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真好，又可以过上这种吃香的喝辣的日子了。我又可以了，我洗漱去了。昨晚小东西睡着睡着就挨了过来，还抱着秦洛的手腕就是啃，估计是不敢真咬，就啃着他手腕玩，吓得他猛地睁眼，回过神才发现他咬着他手腕磨牙。还有昨晚洗澡的时候，他还盯着我胸肌看呢。小丧尸肯定是喜欢我的。秦洛想明白这点后，就整个人神清气爽的。一回去看见小丧尸蹲在那边守着早餐，真可爱，谁能不喜欢他呢？他凑过去看了看他，也蹲在他边上。小丧尸转头看见他回来，果然眼睛一亮，跟着就凑了过来。喂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许多多看着面前香喷喷的秦洛，差点没忍住口水。他立即点点头，非常认真的点头。他确实好喜欢他，想吃。秦洛整个人就全红了，直接从耳根子红到脖子。陈小飞他们回来了。你说秦哥咋了？是不是脑子多少有点病？这如爱河里的男人都是傻子，是没有理智可言的。陈小飞就被逗得埋头笑起来。快点吃完早餐，继续出发。原本的寂静被暴露的轰鸣，路上的丧尸被撞飞出去。很快他们就看见了一大片巨大的车子开到路边后就停了下来。陈小飞进去查看情况，里面居然没有丧尸。我靠，这边也太大了，小班长他能不能行啊？我看行。这粮仓的区域到处都是一排排整整齐齐的粮仓。陈小飞迅速逛一圈，发现居然有32个。一个进圆柱形的粮仓居然可以装7500吨粮食，那这边有足足32个，那就是24万吨粮食。咱们几个的一辈子伙食保住了，甚至还能养活咱们基地好多人。路上又花了一点时间，最终他们小队在第4天回到了基地。许多多心情还有点不好，长小尖牙的时候真是嘴不舒服，真的痒起来就想咬东西，于是掏出一根磨牙棒就开始咬。怎么了？这是磨个牙还磨自闭了？不高兴？结果他自己磨牙还磨生气了。秦洛不太明白，不过当小丧尸抬头看他的时候，嘴角忽然留下一道血迹，直接把他干懵了。不是，卧槽，你嘴里怎么了？受伤了？内伤？你空间不能装太多东西反噬了？秦洛急到上手捏开他的嘴巴，凑近一看，原来是牙出血。秦洛看他没反应急了，直接扛着就往研究中心跑，2分钟不到出现在研究中心。快，他牙出血了，能不能制止？这边急诊科。结果1分钟过后的，秦队有毒吧你？小丧尸只是长牙了，部分生物感染后会进行2次成长期。恭喜你，你家小丧尸长大了一点。对了，季教授那边研究有新进展，现在你们集合去季教授那边吧。这个是异能药剂，我先跟你们说说情况，你们再决定要不要打这个药剂。打完可能会产生各种副作用，头晕、发热、呕吐等等，甚至人体的部分受化拟态也是其中副作用之一。有的人明显，有的人不明显，但效果也是显著的。打完后每个人的吸收情况不一样，如果能好好运用起来，那么这将会让你们的体质得到很大的突破。但这些拟态会随着药剂被人体代谢后消失，不会一直是这种样子的。没事儿，如果利用得好，受化的部位反而能给你们带来附加能力。所以你们4个怎么样？要不要尝试打一下一盒稀释药剂体验一下？在正常剂量内，这东西不会危害生命。药剂难得，秦洛他们4个人对视一眼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最终认命的点头。来吧，
过来看看我给你们准备的。季教授其实一早就筛选出比较适合他们的一盒稀释药剂。呜呜，希望不要给我长出鹰头，那多丑啊！我宁愿长双老鹰的脚，也不要脑袋变成老鹰的头。小诗诗独自在房间等着，有人忽然朝里面看一眼。这就是3A 队的新队员，除了脸蛋好看点，感觉很普通吗？搞不懂。什么阿猫阿狗也配对我的队员指指点点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看看你，别人骂你，你气鼓鼓的有什么用？你凶回去啊！回来我再给你找场子，你想怎么揍就怎么揍。小诗诗委屈，她明明刚准备反击，可是他就来了。现在他头顶居然还长着个灰色毛茸茸的利耳，小诗诗看呆了。是大狗狗。本来长得就小只，再被欺负就显得可怜死了。算了，你以后跟紧我，我去哪儿你去哪儿，知道吧？然而下一秒，他脑袋上的耳朵就被他一把薅住，小丧尸竟然激动到嗷嗷声。秦洛的脸瞬间爆红，猛地站直身体，身后的狼尾巴不受控地晃了下。小丧尸嗷的一声又扑过去抱住他的大尾巴，让他浑身忍不住一个激灵。小丧尸甚至不嗷了，还汪汪，他的小爪子一直在偷偷摸他尾巴。我是狼。汪汪，你是大狗狗。好，我不是狼，我是汪汪。今天天塌了，海炸了，地球毁灭了，我也是狗。天，救命！谁家丧尸这么可爱？秦哥快看我，小班长快看，我会飞！快看快看，我居然有翅膀！妈呀，天下奇观！哈哈哈，到时候我就能在天上飞了，速度咻咻咻的。嗨，尾巴不能摸，摸了我受不了。小诗诗一瘪嘴，等没有外人的时候可以摸。小诗诗恍然大悟，矜持地点点头。我靠，秦哥你这个帅呀，好酷！原型是什么狼啊？本土藏狼。我的品种可是万鹰之王海东青。白树也回来了，他无奈地摊开手。俄罗斯飞鼠，准确的应该叫西伯利亚鼯鼠。哦呦，小飞鼠来喽！陈小飞你完了。这时候老王也害羞地走了进来。我的天，哈哈哈！老王哈哈哈！老王什么样子？我看看。不许笑。嗨，其实你这也挺好的啊，看着就敦厚老实，以后你再去跟幸存者交涉肯定更没问题。小思思异能使用过度，头发变白了，失忆梦了，是要摆烂。小丧尸5人正在家里研究异能。调动异能是需要集中注意力，小班长你试试集中注意力，尝试看看你能不能用出什么技能。许多多忽而就 get 到了什么，他忽然睁眼，尝试盯着面前的水杯，想要隔空把东西收进去。没想到还真的行了。我靠，隔空取物啊！行啊，小班长，太牛了吧！这就学会了，太强了吧！经过不断的测试，隔空取物的距离最终限制在1米。超强风暴即将到达，请大家不要在室外逗留，请不要在室外逗留。变异蝙蝠来袭，许多多自己掏出了电锯。我会放几只蝙蝠给你练手，你自己摸索打法，尽量跟在我身后。许多多抱着电锯点点头。之后秦洛直接参戦了，小诗诗也挥舞着电锯杀上去。别跑，别跑！救我！靠，这些东西怎么这么多啊？疯了吧？没完没了的。这很不对劲，大家都要注意点，感觉不太妙，这数量太多了。不要再分散着来，感觉这一批里面有一大半都是1星变异蝙蝠。秦洛刚想叫许多多，就发现他已经抱着电锯出了滚，他已经再利用空间积压把他们给炸成血。注意这点异能消耗，许多多你也是，别消耗过量又傻了。天上盘旋的变异蝙蝠忽然就全部集中起来，朝着他们俯冲，目标就是他们4人一尸。秦洛使用技能引雷，轰隆隆一声放空就劈了几道雷下来，又在半空凝成球形闪电，直接朝着变异蝙蝠群炸了过去。下一秒，黑乎乎的蝙蝠群被雷爆炸飞，黑红的蝙蝠尸体炸了一地，甚至爆出许多亮晶晶的异核，直接铺满了一地板。再接着一道道土刺凭空拔起5、6米，直接把部分的蝙蝠扎成了串串，几道小龙卷风将变异蝙蝠卷起，在龙卷风里面满地都是变异蝙蝠的尸体。白树则是开始让蝙蝠们晕头转向，互相残杀。很快，他们5人就被蝙蝠包围的密密实实。他们面前好像多了一个透明的洞，落下的蝙蝠尸体居然在那，而站着的4人一尸完好无损。靠，小班长这不帅死了，这保护罩用着不要太爽。许多多已经开始头晕目眩，刚刚紧急关头，他就想着不能让他们4个受伤，绝不能。危急时刻，他忽然灵机一动，就出现了新技能空间保护罩。他刚直接生成5，掏空了他身体里面攒着的那个力量，还是秦洛发现了危机，过去一把把他捞起来。小班长没事吧？哎，我的锅，都没注意到小班长好像异能超支了，光顾着高兴去了。
之前季教授不是给了小班长一盒稀释药剂吗？让他快喝点。算了，让他先睡一觉恢复体力再说，先清理战场。不然这个袭击量太恐怖，至少有好几万只变异蝙蝠。王伟虎和白树俩人精神也不太行，掏空了异能，秦洛也差不多到极限。陈小飞肾上腺素降下来后直接趴地。拉吧，谁能闹得过你？你们说小班长会不会惊喜过头？肯定会吓到他哼哼。行了，别废话。亮晶晶的一盒直接堆满他半个房间。小思思醒了，呆呆的走了出来。由于异能消耗过度，头发变成了白色。怎么样，感觉还好吗？身体不难受吧？惊呆了。这是昨晚变异蝙蝠的一盒，一共23000颗。我们商量过后，决定都留给你。小诗诗呆住了，今天他们的拟态就全消退了。小丧尸看见了还有点可惜，他转头看了看秦洛的头顶，也没了狗狗耳朵。诗诗伤心。呀呼，小班长早安，休息的好吗？看见一盒惊不惊喜？小班长身体没事吧？他这次的异能透支比上一次状态好很多啊。小丧尸不争气的瞪圆眼睛，感觉自己是在做梦。这堆一盒直接堆满他半个房间。秦洛带着小思思去洗漱，突然小丧尸嗷嗷一顿哭，诗诗变成白毛怪物了，呜，好难过。秦洛被吓一大跳。哎，别哭啊，是哪里不舒服了？还是怎么了？吓得4个大男人手足无措，满脸懵逼。最后秦洛把他带客厅里面去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班长怎么哭了？秦哥你欺负他了？没事吧？哎，别哭，怎么忽然委屈成这样？怎么了这是？秦洛也不知道啊，他也懵，好好的怎么忽然哭起来？他抱着他在地毯上坐下，再看着坐在怀里的小丧尸抓着他自己的白色长发，才猛地反应过来。靠，咱们给忘了，他这估计是被自己吓到了。你们会不会吼尸？干脆让小班长吃颗一盒或是一盒稀释液试试看，补充完异能说不准就恢复了。对吼。小丧尸听到这儿就从空间里面抓了颗一盒塞嘴里嚼，委屈巴巴的嚼。吃完一盒之后，许多的头发和睫毛就瞬间变回了原来的颜色，整个视线的关上许多。这带娃也太难了，小班长的还是白发好看点，要不要变回来啊？哼！秦洛也摸了摸他脑袋瓜，忍不住笑着说：“看着委屈的。”哇，奶茶！秦哥，完了，秦哥被拐了。欢迎光临不羁不羁，几位看看要喝点什么？经典系列来10杯，创新系列来10杯。变异红香蕉又是什么东西？红香蕉是一种新发现的变异香蕉，味道比普通香蕉香甜个10倍，口感很好的。他们几个在茶的时候看见的熟悉的声音。哥，小张，波波猪没有，库存放在哪？哥。几位请不要介意，这个人很好的。异化者虽然看着可怕一点，但和普通人也差不多。好了，这是您的奶茶。不会，异化者都挺可爱的。是异化者都可爱，还是单单小班长可爱？啧，你话不要太多，不喝奶茶还给我。许多多捧着奶茶，开心的喝了起来。哇，衣服！小班长快过来，感觉这些小裙子你能穿。许多多听到有小裙子，兴奋的过去看。哪里？靠，这也太可爱了点。许多多抱着几条小裙子去试衣间。靠，小班长好湿滑，好看，快拿下吧。超美的，我以后肯定要生个女儿，给她买好多小裙子。不是，秦哥你怎么不夸小班长啊？确实好看。秦哥你脸红什么？这件衣服有隐身功能，小丧尸的身影就逐渐淡了下来，最后真的凭空看不见了。卧槽！结果一看价钱，好家伙，1、2、3、4、5，要30万积分一条裙，可是小诗诗只有10万积分。谁家初恋谁买单？秦洛正准备复合，却被许多多拉住了。怎么了？不让我给钱啊？我积分多。小班长不用有心理压力，让他给钱。小诗诗还是拽着他一脚不动。要不不够的，你拿丧尸一盒底。小班长别分那么清，我们还吃你给的东西呢，我也没跟你客气嘛。最终还是拿下3套小裙子，绿色、红色还有蓝色，主要附加属性是隐身、力量、攻速。哟，多宝这次恢复了，花了多少时间？没等他自己恢复，小白想了个招，让他吃，喝了一盒稀释液。喝一杯。N4的任务接不接？说说你的任务吧，具体地点、人数。10天前，B4幸存者基地派出了10支战斗小队，出发各地危险的采集污染源样本。我的朋友也在其中一支小队。去 N4的那支队伍里面有11个异能者和3个科研人员，目的地是当地的研究院。只见画面中，一群人在探索，突然怪异出现，然后就跑了。
可是刚刚他突然探头出来，很吓人啊！他哪里有发出动静啊？这也是我想说的，这家伙会设陷阱，可以确定他没有拥有人的意思，但他真的很狡猾。这东西就是个移动的超级细菌啊！那就尽量避免近战。有没有试过用热武器？武器全部耗尽，而普通丧尸打不完。这东西碰见热武器就躲，真的非常狡猾。为什么指定我们小队去？因为我的好朋友是异化者，异化方向是蝴蝶，品种是灰叶蝶。这次带队的是金川琼，他是总指挥，正好是抵触异化者的那一派。我恳求你们帮我这个忙，我会另给你们500万积分加5个人情。小诗诗拽了拽秦洛，低头看了一眼他，最后无奈的揉揉他小脑袋。没说不急，正好有个3星的怪物练练手。记住了啊，500万积分加5个人情，到时候可别不认账。金川琼就是个伪君子，真小人，心狠得很。好歹都是战斗小队，被人听见了不太好，到时候人家又要装委屈，说咱们3A 欺负他，抢他们金鹏小队的功劳。金川琼就是爱面子，喜欢抢功劳，装清高，装伟大。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狠狠揍他，打不过就跑，跟我说，我给你找场子。许多多点头表示明白。妈的，就是一死装哥，把自己当成什么了似的。他原名叫金大鹏，金鹏小队就是他用自己名字取的。后面他坑了玫瑰小队，被玫瑰小队的队长狠狠耻笑一番他名字土后，硬生生给自己改了个叫什么金川琼的名字。小人就是小人，换了名字又如何？为人处事不行就是渣，也就是总部现在缺人，不然金川琼都擦过多少次底线了？最厉害的一次折损2/3的队员，他根本不管队友的死活。今天开始给许多多安排特训啊！我难得的假期啊，谁家初恋谁教？你确定要我们教他？我才不会吃这种干醋。格斗我自己教，小白你教狙击，老王教拳法，小飞教他怎么隐蔽自己。来，冲过来打我！不要怕，你伤不到我的。来。这个男人每天都要被打2顿，一天不打浑身难受，不仅喜欢被打脸，最爱原来是他的嘴太欠了。队员们喝了异能药剂，拿到新武器，整理好装备，准备出发。哇，大狗狗回来了！5个小队分别是他们3人小队：金鹏小队、玫瑰小队、猎豹小队、白鸽小队。没想到啊，玫瑰小队也在，估计金川琼得气死。梅梅姐在就好，总有人能制止那位，而且只要有梅梅姐在，那这任务就稳了。不过几天没出门，感觉咱们这儿快跟沙漠一个样了，基地里面跟外面简直就是2个世界嘛。所以不能在基地待太久，容易没有危机感。哟，吃了一盒是不一样了，看看这小眼神机灵的。小丧尸就气鼓鼓的瞪他，坏东西天天拿他开玩笑。还有14杯奶茶，你们谁要？许多多接过奶茶，心情都变好了。果然天是治愈人啊！自己这个队长当的可真是贴心。许多多喝着奶茶，直勾勾的盯着秦洛看。嗨，喝你的奶茶。1天后，5支战斗小队来到收费站集结，准备第2天的行动。我都说了听我的，我可是这次的带队的总指挥。你算哪根葱？听你的，直接用弹药开轰，万一还有幸存者怎么办？即便有幸存者，科研人员和幸存者谁的价值更大？病歪歪的普通人还嫌不够多吗？死了就死了，普通人的命就不是命。我说了，这次总指挥是我，你们都得听我的。喂，干嘛呢？丧尸还没打，自己人先起内讧。小丑就是小丑，一天天下蹦跶也只是个小丑。行了，省点力气打怪物不好吗？许多多从秦洛身后探出头来。啧，你怎么跟过来了？不在车上休息，去睡一觉。小丧尸就嗷了一声，他怕大狗都被人欺负，得过来瞧瞧，不然不放心。不过好像没人敢欺负他。你家小丧尸有点可爱。不好意思啊，队员太黏我了，没办法，我这队长做得太好，太招人稀罕。这就是你那新队员，确实可爱。对，我们3A 特殊作战小队的新队友许多多，苏多西异化者。小丧尸知道介绍自己呢，也站了出来，矜持的嗯了一声，酷拽的，这神情有几分像秦洛。哦，许同志好啊。秦队长，你还真是带了这么只异化者出来，基地怎么想的？竟然真的允许他出来？区速度系异化者能管什么用？用来当摆设好看。你们3A 队伍就是仗着战绩好看跟总部提无理的要求。忽然身边的小身影就窜了，拦都拦不住，下一秒就看见他跳起来回身踢一脚踹在金川婷的胸口上，把他击退了2步。好，小丧尸要生气了，
居然敢对自己骂脏话，打他丫的！哦，这速度好牛，招数明明都是格斗术，怎么他打起来这么野啊？因为他不按照套路出招啊！你们快看快看！金川琼恼羞成怒，却发现打不过许多多。看着我牙疼，金队长算是碰到块硬骨头吧？哇，这小姑娘真的好凶啊！穿着小裙子打架也太猛了吧！其实谁让他嘴贱呢？以为谁都能忍他，也是飘了他。听说金队长刚突破3阶异能啊，那秦队家的新人，天啊，不得了！啊，小班长厉害，牛，太帅了！3天的特训效果不错不错，回来吧，别打了。许多多一路就溜达回来，直直走到秦洛身边，大家还以为他要干嘛，结果他伸着小爪递过去，上面亲了一小块。靠，他长得这么硬做什么？搁着咱家宝贝的手了。陈小飞他们看完也是心疼的不行，扭头就喊：“哎呀，金大鹏你有病啊！切磋而已，你还用上异能，要不要脸啊？真不要脸！”都是战友，金大鹏你这个人是真人渣啊！小丧尸说着就要撩起裙子给他探头，吓得秦洛赶紧把他裙子压好，最后一把捞起湿湿带走。小姑娘佳佳怎么可以当众撩裙子？走走走，回去我再看看伤哪了。那边的金川琼趴地上还在骂骂咧咧，秦洛转身对着他就打个响指，金川琼就被一道雷劈到嗷嗷在地板上抽搐。许多多是我们3A小队的一员，正正经经总部批下来的文书，不服你找总部去，再唧唧歪歪他一句，下次你跟我过2招，欺负他一个小丧尸算什么男人？秦洛说完这句话后，转头抱着小丧尸就走，给他看腿去。好了，现在咱们来谈谈救援路线。普通人也有人权，我对穆队长的路线更感兴趣，咱们都来聊一下。猎豹小队擅长伏击，白鸽小队擅长干扰，玫瑰小队适合捆杀，金鹏小队适合抗伤害。那我们3A 小队适合输出，咱们这就分配一下站位如何？金川琼气得浑身发抖，他的队友们也都愤愤不平，在那边骂骂咧咧。3A 小队也太爱抢风头了，是真不要脸啊！一花这都是恶心的东西，真不明白总部怎么想的。看见自家队长这癫狂的模样，感觉这样子怎么比人家队里的丧尸还恐怖？大家都支持3A队作为总指挥。秦洛在帮小丧尸淤青了的小腿上完药后，就重新回来这边开个会。就走这2条路线吧，咱们分开行动，全力往研究院进攻。次日，一行人来到了 B 市。3A 特战队与猎豹小队及白鸽小队为一组，金鹏小队与玫瑰小队为另一组，2组的行进路线相距不远，以便互相支援。大家就在这儿分开吧，各就各位，围剿任务正式开始。是，走吧，金大队长，今天谁杀的丧尸最少10是垃圾。走，金鹏小队全体集合，都跟上我，咱们今儿就让他们瞧瞧什么叫实力。是。秦洛一边用异能，一边看到密密麻麻的丧尸，靠，打不过怎么办？秦队，我们这边丧尸一直来。左边巷口，又来了一堆。秦队，我们这有人受伤了。治疗呢？治疗去救人，我这边马上回头援助你们，都别自乱阵脚，明白吧？就看见他的小身影往后方窜了过去，红色的洛丽塔裙子很显眼，更何况还扛着这粉色电锯。许多多回去帮你们了，你们撑个1分钟，打不过记得叫我。哎呦，打不过记得叫我，记得叫我。1天不编排，我心里不得劲儿是吧？一道小身影出现在视野中，许多多穿着漂亮的小裙子，边扛粉色电锯，迅速解决了一台。小班长他要是咱们队里的就好了。靠，他真的好猛。秦洛也宣布任务暂时结束，先就地休整半个小时。来，小班长你说好了，以后咱们队的重要东西就都放你这边。一共12000的一盒，每队1/3就是4000颗。谢谢陈哥。许多多抓住属于自己的麻布袋子，就塞空间里面。陈哥，你们小队真的是人人一个储物空间卡。对了，王威虎这会儿走过来，还朝着猎豹小队和白鸽小队各扔了2包烟。卧槽，还有这种好东西，王哥你太好了吧！谢谢王哥，谢谢威虎哥。小班长，咱们走，远离这些臭烘烘的家伙。等会儿秦哥要是知道我们给你闻2手烟，肯定要削我们。秦洛刚回来就看见陈小飞异化成鸟人，爪子抓着许多多后背的裙子就把他提溜上楼。好，趁我不在这么玩。老王干这种事儿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，把新人们管得服服帖帖。可不嘛，老王最适合干这个，他超会哄人。秦洛在这时候也跳了上来，往许多多怀里扔了1包1盒。刚换了几颗变异兽的2型1盒，咱们这边的1盒你们都收好了吧？都收好了，全在小班长那边。小丧尸看见怀里又多了7、8颗2星的动物1盒，高兴坏了。累得半死的时候吃上这么多好吃的，真的好。小班长，你怎么这么好呢？你真是太好了，我都记不起没有小班长在的日子是怎么样的了。
还能怎么样？饿了啃干粮，渴了就喝水。没有许多多，咱们还想着要每顿都有几菜一汤，除了白开水，还有各种凉茶等着我们。做梦呢！说着，秦洛下意识地用筷子夹了一只鸡爪喂给许多多。真是有爱啊！对队友这么好，还给喂吃的。哟，某些人不是说谁打的丧尸少谁是垃圾吗？不还得靠别人帮忙？有本事就自己打啊！哎，咱们打了多少颗一盒来着？6300对吧？一星丧尸都往我们这边跑来了，这一笔收益可算不少的吧？6300？不是吧？那么少？秦哥他们少说也有2万颗一盒打底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有人拿了6300的一盒就开始瞎掰的吧？我家小班长可说了，我们3A 小队的一盒一共有25200颗哎。哎呀，不会吧？秦哥，你说不会真的有人这么爱显摆吧？你们怎么做得好？小班长牛逼！小班长确实厉害，超厉害！午休时间很快过去，新的丧尸再次聚集，大家不得不继续战斗。天黑前抵达了一个落脚点，一栋未完工的高层建筑内。玫瑰小队的人分2组轮流掩护我们，金鹏小队守上半夜，我们3A守后半夜，猎豹小队和白鸽小队先休息，你们随时待命。玫瑰小队的异化者使用的技能是野蛮生长，他直接把他们3楼的窗户全封住，只留下透气孔，顺便还能透过这个透气孔来观察外面的情况。王威虎看不过去，找许多多要了一些被子，都是他囤的，一人一尸往这些新人身上扔，勉强盖一下。金川琼看见了，在那边翻白眼，切，假模假样。怎么，你缺爱啊？这辈子没被人关心过，眼红啊？叫我一声爸爸，老子给你盖被被。金川琼立即就握紧拳头，恨得咬牙切齿，他的队友们都赶紧拉住他。先聊者见，被骂了也是活该，无辜吗？别看，等会儿眼睛瞎掉。要睡吗？睡会儿。他刚说完，许多多就跟立马关机似的，啪叽就歪倒在他肩膀上。啊，真说睡就睡啊？你这也太快了。秦洛抬手偷偷摸摸捏了一把他脸蛋，冰冰凉，但很软。最后他也靠着墙壁合眼睡去了。哎，秦哥和小班长这就睡了啊？陈小飞注意一下用词，是他们俩靠在一块睡了。不是，这有差吗？直到后半夜，忽然大地传来一阵沉闷的脚步声传来，砰砰砰！穆梅看外面，脸瞬间就白了，因为他这个地方正对着丧尸怪物的脑袋，巨大的人类脑袋真的很吓人。秦洛一整个脸大丧尸突然出现，队员静静等着他醒，看着他往研究院附近走去，沉重的脚步声踏在每个人的心里。他的身形过大，他目前的缺点就是没有咱们灵活，我们要把这个优势利用起来。好了，现在也不多说废话，我们3A和玫瑰小队还有金鹏小队在前面输出，白鸽小队帮忙警戒四周，猎豹小队在后边随机应变，要是有其他变异动物就靠你们清剿。感觉小班长今晚能有18岁。闭嘴吧你！可以出发了。好，那就全体出发。黑夜里多了30几名身影正在从3楼跃下，静悄悄地朝着前方跑去。陈小飞把白树安排到一个绝佳狙击的地点后，就去吸引仇恨值。哟呼，丑东西，我们来收你狗命了！白树架好枪就直击巨型丧尸怪物的大脑，但是被他躲开了。他第二枪紧接着命中他的血，这枪中了，炸出一堆血污。王威虎就已经冲了上来，划了巨型丧尸一大爪子，在他一爪子拍下来时，又迅速逃离，跟大猫斗老鼠似的。但他回回都能划出巨大的伤口。上头雷声阵阵，轰隆隆的响着，下一秒就往修成怒四处抓挠，注意躲避污染物。玫瑰小队使用同安息异能的巨型丧尸的种子。金川琼眼看着被秦洛他们抢去风头，提着一把金属大刀就往上冲。猎豹，白鸽，收到回答。收到。你们2队直接去研究院解决幸存者吧，里面什么情况暂且未知，自己小心点。好的，明白。好，这什么东西太难打了。越打还会有各种血污喷出来，边打还得边避让这些污染物。许多多在寻找合适的切入点，他拖感十足，也是最没有存在感，时不时就给这只丧尸怪物来一刀。小班长变聪明了呀！金川群砍4、5刀才能砍出一刀上，许多多每一次会有力气。金川琼已经歇菜，胆小又爱浑水摸鱼。秦队，我们这边最多再支撑个3分钟。收到，你们歇着吧。玫瑰小队最终也退了出来，只剩下3A小队还在坚持。是不是总部给他们的药剂更好啊？凭什么他们这么强？玫瑰小队最终忍无可忍，直接捆了金鹏小队和许多多一刀把怪物直接跳到他面前，看了一眼，给他一个痛快，把一颗取出。好累啊！我困死了，这东西确实难打得很。猎豹小队和白鸽小队他们也成功解救了幸存者们。总部果然没有放弃我们，我差点以为我们都要折在这儿了。应该的，应该让你们受惊了。总部既然能派出我们来救援你们，哪怕遇到再危险的怪物，
我们金鹏小队也会尽全力拯救你们。这次能顺利完成任务，多亏了3A 小队，他们才是花了大力气呢。大家都辛苦了。原来他们就是 3A 啊，太强了！我在研究院4楼都看见了，后期全靠他们打怪物，是真的猛啊！不愧是 3A。猛爸，秦队他们真的无敌。小班长也很可靠啊，看着可可爱爱的小小一只，打起架来超级凶。前面他回来救我们的时候太飒了。不知道你们口中的小班长是谁？就是秦哥他们那队的新人啊，丧尸化的异化者，太牛了。哎，那你跟大乔在一块的时候会不会被他欺负死啊？他那人拈坏儿，一整个腹黑女。大乔人挺好的，他不会欺负我。闭嘴吧你！这只丧尸怪物身上有你们研究院需要的东西吗？需要就尽快采集，不然我们就要烧掉了。周思琪走过去开始采集，许多多也凑过去帮忙采集。秦洛叹口气，也过去帮忙。谁叫他是我们队的小宝呢？黄哥，我们回去了，你们去干嘛啊？不一起回去吗？是啊，咱们一块回去呗。我还想跟哥你们加个联系方式，下一次再一起出任务吧。跟你们出任务可太有安全感了。我们小队习惯了顺便接一些其他任务，你们确定精力跟得上？菜就多练，回去特训一下支援速度。等你们赶上来，队友都死光了。还有昨天清剿丧尸的时候，笑死！老王又在骂新人，他都没觉得自己顶着护耳朵很萌嘛，哈哈哈哈哈！红脸白脸，他一个人就能唱。秦洛发现许多多直勾勾盯着自己的尾巴，许多多又看向秦洛的狼耳朵，秦洛脸红了，结果他转身走了。完了，小班长不稀罕你喽！滚！嚯嚯，某人初恋不要他了。嘿嘿，他急了。秦洛郁闷，他懒得搭理这俩死货，而是直接迈着大长腿找小丧尸去。昨晚他就好像就成长了些似的。秦洛找到小丧尸的时候，他正把他们3A 小队的越野车从空间掏出来，自己爬了上去。之前他还爬不上去呢，他急得也钻进车里，就看见他往后排里面爬。哎，不是，你咋了？哪里不舒服？看见枯叶蝶后心里不得劲，难过了，想到自己了？你倒是跟我说啊！小丧尸转头对上他炙热的目光，然后他愣了下。小丧尸看了看车外，点点头，很好，外面没有人。再看看车内，很好，大狗子在这里，诗诗满意。他抬起爪子拍，示意他快点到后排这边来挨着坐。他就照着小思思的话弯腰到后排去，下一秒整个人就被他拽了过去。秦队长僵住了，许多多迫不及待地捏上他头顶的狼耳，毛茸茸的，厚厚的，捏起来软软的。他整个尸都快乐起来，眼睛亮晶晶的。秦洛一直对着他。想要对你讲，你爱我的每个模样，融化成最甜蜜的汤。木梅过来这边跟秦洛他们告别，王伟虎笑着指指车内。秦洛坐最后排，他身边还躺着一条尸虫。你们这是？嗨，我们这个小队员他比较特殊，我一走他就哼唧。行，我就是过来跟你们告个别，这次多谢你们了，有你们在任务进行得很顺利。小师姐，这也是我们的任务，大家也都很努力，除了金川琼这菜狗，回到基地就得找他算算总账，不揍他一顿是不行的。木梅也点点头，大家各走各的。猎豹小队和白鸽小队的也来告别。王哥，你要多多保重身体。秦哥呢？秦队，我们会想念你们的。小班长，你真的好可爱啊，下次留个联系方式吧。秦洛脸刷的就黑了。哪个混小子胆这么大，光明正大挖墙脚呢？小子，小班长是我的，知道吗？秦哥，我喜欢男的，不是，我知道了。我觉得秦哥你这的查，药剂后遗症多了一个，你不觉得你现在很像护士的狗子吗？陈小飞他们直接笑道。这原来是药剂的后遗症之一吗？难怪啊，一看许多多不搭理就心慌，难怪守着他不想走。哦，没有，我瞎编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嚯，哈哈哈哈哥！大家继续踏上旅程。那不是变异枇杷树吗？老王往那边开。呀，还真是啊！老王快停树下，我带着小班长上去摘吧。我天，这枇杷树怎么那么大啊？运气挺好的，这种变异枇杷树没有攻击性，小飞能摘多少吧。秦队不爽，但他不说。我掩护，你们俩直接去吧。陈小飞憨憨的。嘿，小班长快看，咱们俩飞起来了，你可比白树轻多了，带你好玩。走，咱们多说点枇杷。陈小飞摘了一颗就开始吃。天啊，好甜，好吃。陈小飞正在欢快的摘枇杷，摘到了就往许多多身边的空间口子扔，一人一尸还在欢快的摘。下一秒窗户里面传来动静，冒出个半大孩子。
摘，你们全摘完了，我们吃什么啊？还说什么救援者？你们就是怪物小偷！这是我们家的枇杷树，好吧？陈小飞都被这小子吓了一跳。靠，你个小孩子家的好好说话，吓死人了！万一再吓到我们小班长怎么办？小丧尸还抱着几大串枇杷，无辜的眨巴了下眼睛，气得小孩子哇哇大哭。爷爷，小朋友别哭啊，我们真不是坏人。他这么一说，孩子哭得更大声了。他这么说的更像个坏人了。王威虎是真的头疼，他们这一队人就没几个人能跟幸存者好好交涉，还得他来，开了扩音器就好了。小朋友，你爸妈呢？家里有没有大人？我们真是 H 是幸存者基地的，可以给你看看我们的身份证明。哎，你别哭，我们真是好人。要是真的怪物，早一口把你吃了，还能让你在这儿哭。陈小飞把小班长扔他情歌怀里，转头冲着小朋友飞去。小丧尸被人从空中啪叽扔下，秦洛稳稳地抱住他。所以你家就剩下你和妹妹嘛？你们这附近还有其他人活着吗？出事的时候，爸爸妈妈把我俩锁楼上。那晚突然下大雨，楼下有人咬人，我爸爸妈妈去帮忙分开他们，也被咬了，然后水就过来了，大家都跑不掉。我爸爸妈妈也没再上楼。小朋友别哭，你已经很棒了呀，年纪那么小还能照顾好妹妹，真的很强。放心吧，到了基地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对，你这哥哥是真的做得很好，很坚强。你看，你妹妹被你照顾得很好啊。哥哥吧，爸爸妈妈先走了，咱们过几天就能看见他们了。他说完，妹妹就真的信了，乖乖的，还替哥哥擦眼泪。小丧尸掏出一盒奶片递给兄妹俩，谢谢姐姐。再往前面走走，那边还有几棵变异果树，你们俩收果子，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幸存者。把一根棍子绑在大狗狗身上，在前面吊这狗狗最喜欢的物品，狗狗就能一直跑下去。这个就是永动狗。那边。行，走吧，要去哪里？嗨，想跟我约会就直说，装作逛街做什么？真是的，你说你一个女孩子，家的小丧尸，怎么可以这么大直球？怪不害臊的。小哥要不要给女朋友带一个？可好玩了，又好喂。这也还不是女朋友。嗨呀，小年轻脸皮这么薄，你是要怎么追人了？喜欢就上啊，扭扭捏捏跟个大姑娘似的，我看你可没有这小姑娘落落大方。你这大爷怎么这样啊？偷听人说话哟，你张嘴说话不就是让人听的？你这小年轻，过来人给你分享经验你还不听？这做人追老婆怎么能脸皮这么薄？想当初我追我媳妇儿的时候，从国内追到国外，从学生时期追到变成同事。秦洛脸皮确实薄，一说准一个脸红，这次也是直接被大爷说的跑路了，捞起小丧尸就飞速离开。没出息，你说这孩子脸皮这么薄，不如我，你说对吧，老婆？小班长，快看，好多螃蟹啊！我的天，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螃蟹，它钳子都比我头大，这得有多少蟹肉啊？好馋，想吃。还有好多海星。哎，对了，总部都说不能不管这些海星，再让他们吃下去，早晚得从I市吃到咱们H市。我扔几颗弹药过去试试。果然，这些海星碰到炸弹就被炸得噼里啪啦往下掉，忽然一阵极其浓郁的鲜香味就飘了出来。哇，看烤海星，像烤鱼，想刺。陈小飞和许多多立即就开始口水泛滥，馋得不行。我天，这海星怎么烤起来这么香啊？这东西能不能吃？咱们带点回去。秦哥，要不别往回走了，我飞出去捡吧。还真是，许多多都馋到流口水了，我天！行，去，小飞，你们俩去捡吧，我们在车上帮你们警戒。走，小班长咱们要发财了，哈哈哈！真的能实现海鲜自由喽！吃，让你们吃，房子都要被你们可没了。陈小飞是一边骂一边撬海星，还好这东西没买，不要吃我，而且非常吃了我会变傻的。海绵宝宝，我要被吃了，救救我！许多多跟着陈小飞到处溜达，简直不要太快了，真的太爽了！小班长快，那边还有一只超大的对虾。忽然身边暗了下来，不是下雨就是有大家伙出现了。许多多躲开了章鱼组，变异章鱼冲出墨汁的时候，许多多直接给弄了个空中防护罩，一人一时才没被墨汁喷一脸。我操，这墨水还带腐蚀性的！小班长快，咱们先撤！他丫的，敢欺负我的小丧尸！大狗狗，揍他！
那么大只章鱼能做多少章鱼小丸子？还有铁板章鱼足、矮柱章鱼、高知柠檬章鱼。好吃好吃。这些居民有房子不住，需要在城内搭帐篷。游客4男1女去开房，却只开1间。这基地有点不正常，麻烦给我们小队一个套间。是这样的，先生，我们上司说了，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休息环境，可以给大家安排了豪华大房。不用，我们小队不习惯分开住。你们3A 被吃苦吃上瘾了，人家安市领导的一番好意，你还不领啊？好了，小飞，别跟他们废话。等会儿进去房间，我先查查，我可以看出很多肉眼看不见的东西，有没有监控一眼就知道。不久后有人敲门，是招呼他们的导员小鹿。陈小飞直接把他拽进门。别怕，我们就是找你问点事儿。小鹿吓得瑟瑟发抖，但他还是指着自己领口处，示意里面有窃听器。那这样，咱们用写字交流。是的，我就是安市基地负责招待你们的导员小鹿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，快请进。陈小飞也立即配合了演戏。求求你们救救我们！我们的市长被他的保镖挟持了，现在整个安市都在他的控制下，我们所有人都逃不掉。安市很缺异能者，他们想用纸醉金迷迷惑你们，让你们留下来为他们办事。之前有很多人已经叛变。那位保镖是怎么回事？确定你们市长是无辜的吗？我们市长很好，就是那位保镖凶神恶煞，很多指令都是他发出的，最近受伤住院了。还有我们基地非常落后，大家没有联系外界的方法。我们会转述给总部的，谢谢你的告知。好的，就在楼下18楼的宴会大厅里面，时间是晚上8点半。那就先这样吧，我们晚点会过去。小哥哥，一起来玩呀！滚滚滚！大狗可是我的，我的，你不准抢我的！许多多，怎么连打架都这么可爱？爱了爱了！完了，金哥又犯花痴了。哦，坠入爱河里的男人都是傻子，是没有理智可言的。好了，许多多，回来吧。这是宴会大厅吗？怎么跟窑子一样啊？许多多全程挨着秦洛，小爪子抱着他的手臂。明天的清剿变异海洋生物也得养赖各位的异能了，辛苦大家！有什么要求你们尽管提，我们100%满足你们。哟，那我可太有问题想问了。基地入口的帐篷区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市中心空空荡荡，基地门口边上的帐篷却那么拥挤？你们基地的工作人员是都瞎了眼吗？是啊，报告上说了这次变异海洋生物有多严重，为什么我们到了之后感觉好像也没那么的危急？就是说好的欢迎仪式，你整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过来做。你把我们骗到这里，到底是想要做什么？说啊，你居心何在？吴市长已经有点慌了。其实这些事情我也是被逼的，我也是实在没办法。基地缺少异能者，我也没职权。现在都是异能者的天下，都是我那位保镖做主，是他想要招兵买马，我也很无奈，很揪心。帮忙测个谎。玫瑰小队的成员立即使用异能，牢笼、催眠、幻境，3个异能齐发，把这位吴市长马脸困住。我是叛徒，我背叛了总部，我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要收下你们为我所用，我准备在今晚给你们下毒药，只要你们多住几天，就会彻底迷恋上他，到时候你们就只能听我开口。总部有什么好的？总部有什么厉害？还不是不敢过来这边，安市才是真真正正的得天独厚。这位市长的话还没说完，秦洛直接一枪放到他咔叽一声就倒下了，确实是个普通人。不是，因为你怎说杀就杀了，这也太突然了吧？这人摆明就是个人渣，还听他废话做什么？就算这个市长有问题，你这样未免也太打草惊蛇了吧？这后续怎么办？谁来管这城里的事情？有谁可以胜任市长这个位置的？自己走出来，我看看。有信心能管理的自己举荐了，机会难得，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的有没有？这时候，人群中主动走出来一位男人，年纪大约在30岁。我可以暂时管理，并且我可以保证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。行，那就你来。总部给的基地准则知道吧？不知道的话，我让队友给你发个通知，你照着总部的准则要求，赶紧去把外面的这些幸存者都安排。我们会在这边停留几天，在任务完成之前，你只需要尽力稳住基地即可。后续我们会帮你跟总部反馈，要是做得好的话，或许你还能直接留任。
当然，要是你敢乱来的话，我们也不会放过你，明白吗？至于这位市长先生的同伙，我们会负责调查清楚。明白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已经上报给总部了，晚点就有专门专项整治你们的人过来，你们一个个的把歪心思都收好了，打乱跑的，小爷我一脚一个，知道了吧？海绵宝宝，我们去抓人类吧！海怪来袭，战斗小队们提起武器准备战斗。王威虎忙着加固围墙，陈小飞的技能伴随着他的暗器飞刀，所过之地，只要不是硬壳类的全都扎死。白树神机离心小海怪，许多多就一直跟在秦洛后面捡漏。海绵宝宝，团团团，派大星，团团团，张一坤，团团团，谢老板，团团团，通通装起来。怎么有点晕的？许多多突然倒下，秦洛回头看到，吓了一跳，迅速跑过来。许多多，你怎么了？完了，心跳也没了。陈小飞他们也发现了这边的情况，赶了过来。秦哥，小班长怎么晕倒了？手指还微微动，也没有受到外伤的痕迹，头发已变白了，应该只是异能消耗过度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刚刚许多多一直在我后面跟着跑，突然就倒下了。许多多，你醒醒，你不能死啊！别摇了，别摇了，要摇死了！红烧牛肉、白切鸡、烤羊排、烤包子、羊肉串，没有你们我怎么活啊？吃就知道吃，你个没良心的！秦哥，别摇了，再摇就真的摇死了。陈小飞真没良心。秦哥，要不要做个人工呼吸？对啊，秦哥，要不做个人工呼吸？滚！你什么时候见过许多多呼吸了？许多多，你别死啊！以后我再也不逗你玩了，你醒醒好吗？只要你醒了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只要你醒了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好啊，许多多，你都敢耍我了。好了，许多多看起来很累，先回去休息吧。陈小飞走路都是飘着的，王威虎脑袋昏昏沉沉，秦洛还得背着一个撑晕了的小丧尸。你说说你，真不怕撑死啊？能收你就可尽造，这来日方长，慢慢囤就是。有你这么囤东西的吗？许多多昨晚囤上瘾了，直接埋头就是哐哐囤，然后把自己撑到晕乎乎，这一路都念叨他个没完。陈小飞看见小班长有人背，羡慕的要死。啊，我要累死了！老王、老白，人家也要背背，要背背。我给你一巴掌，要不要？王威虎人还在走路，魂已经出窍了，根本就没听见。要背背，要背背，不嘛，人家就要背背。你叫老子一声爸爸，叫了就背你。陈小飞感觉自己的电量已经只剩下1%了，马上就要关机。爸爸，我的好爸爸，快背背我！白树直接龟速前进，陈小飞两腿在地上拖着，趁着还没闭眼睡过去。你这是背还是拖啊？老子只比你高5公分，5公分。最后是秦洛回头找他们，发现王威虎已经灵魂出窍，白树后背驮着陈小飞这么个家伙，直接慢成乌龟。别走了，直接车上睡吧。老王，把车拿出来。对啊，秦哥你怎么不早说？老王快回神了，拿车子。4人1尸钻进车里，直接秒睡了。好，那边有一株好大的变异美人树，长得跟个美女似的，它后面就有好多树制造的鸟笼，里面关着我们的作战队员。那地方有点邪门，不能看那美人树，一看就会被吸住精神一样，想要往它那边走，有强烈的致幻效果。这变异天堂树融合了人，或是人的异化像是天堂树，那就麻烦了。可是我们一靠近就容易被这变异美人树迷惑，怎么办？不要直视它的眼睛和躯体。知道怎么破解就行，那咱们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出发。数十道身影来到变异美人树，也惊动了他。许多多，这次真的不能太莽撞，不然变异美人树就是一口一只小丧尸，知道了吗？变异美人树利用异能引诱变异动物。靠，小飞，你们抵挡住异兽，我和几个队长对付美人树。老子が深い非地侵略良心地。薛峰话音刚落，正好瞥见闪闪发光的树干以及凹凸有致的美人身材，呆滞1秒后变得黯淡无神，慢慢走了过去。藤蔓一把将他卷起来，就甩进最近的一个空谷。蠢货，白提醒你们了。秦洛分化出好几个雷暴炸弹，往变异美人树那边砸过去。可恶，竟然扰了我的清静，杀了你们！
许多多挥舞着电锯，砍断靠近的藤蔓。猎豹小队和白鸽小队被树枝追得满场跑，把变异美人树的藤蔓都给弄打结了。由于异能的消耗和精神污染，他们耳朵里纷纷出现幻听。小弟弟你好可爱啊，不跟姐姐玩吗？你看我一眼呀。哥哥好棒，太帅了。哥哥你怎么都不看人家一眼啊？人家好伤心。旭哥，经过审核，我们发现你的资质十分优秀，决定给你升职加薪，并且将你的白鸽小队列入前10强。烈阳，你们的猎豹小队由于表现极其优秀，总部决定奖励你们全员升级空间卡以及全员高阶1盒稀释药剂。做得好，我们3A 小队决定让你们白鸽小队加入我们。小寻，奶奶想死你了，你怎么不看看奶奶呀？奶奶，是你回来了吗？我真的好想你啊，奶奶。哥哥，我要妈妈，我不想死。哥哥，你也不要苗苗了吗？不是的，哥哥要苗苗，我不要你再离开了。回眸那一刻，他们都知道自己上当了。可是，在自己心爱的妹妹和奶奶面前，面对心中遗憾，又有几人能抵挡得住？这家伙的一盒会在哪里？没时间了，不能再拖下去。可能在他的头部和心脏。明知道人类看向他就会被陷入幻觉之中，但他的一盒居然藏在了心脏和头部，这也太难搞了。行，只要不看他，并且保持冷静就行了，对吧？秦洛拿出一条黑布绑住自己的眼睛后，再次冲了上去。这次他的速度更快更猛，想要速战速决。去死！去死！讨厌的男人，恶心的男人，去死！秦洛一刀猛地扎入变异美人树的腰部，雷暴将射去，树枝乱颤，发出阵阵嘶吼。啊，好痛好痛！可恶可恶！你们亲，我去帮忙。许多多扛着电锯往秦洛那边跑。许多多，你别过来！秦洛留心到这一句，还是分神了，被藤蔓甩到一边，嘴角也流出了血。许多多心里无名火起，自家大狗子被这家伙伤了。许多多炸毛了，眼神越来越凶，他直接对着变异美人树呲牙。许多多冲到秦洛身边，电锯一挥，直接砍断了变异美人树的一条藤蔓。我来帮你。两人配合默契，秦洛继续用雷系异能攻击，许多多则用电锯清理周围的藤蔓和树枝。许多虫发现自己看这变异美人树最多晃神1秒，之后就会恢复正常。许多多眼睛都不带眨的，麻利的往上飞跑，面无表情的抬起电锯，就是一通乱砍。银白色的身影在变异美人树上飞窜。下去，下去，快滚啊，滚！许多多像不知道疼似的，被变异美人的树枝疯狂颠簸，浑身是伤。秦洛见许多多一来就急了，再见到他手上，火气之猛长，狠狠将刀扎进将雷暴变异美人树整颗炸开。然而他也被异能反噬受了伤，身上直接炸出好多细小的伤口。变异美人树被灭掉，许多多没有了站的地方，直接从半空中掉下来。秦洛先落地，再次接住，小丧尸直接砸进他的怀里，把他砸得一口血涌了上来。可都说了，让你别过来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先休息一下。亏本买卖啊，你到底懂不懂？费点时间我也能解决它。本来你可以不用受伤的，这下好了吧？许多多，你真的很不听话，你完了，这次你必须给我写检讨报告。许多多看着大狗子嘴巴一张一盒太柴，他直接扑上去搂着他脖子就亲了上去，跟吃果冻似的对着他嘴巴亲来亲去，欢快的跟什么似的。秦洛本来身上都是伤口，被他这么一扑，身形一晃，直接摔在地上。他红着脸偏头想躲都没能躲过去。许多多贴着他就是一顿乱吃，香香的，甜甜的，软乎乎的。许多多，你不能喝酒。今天我开心，干杯！萝莉喝酒，天下我有。不会喝还喝，看你醒了，我怎么收拾你？秦洛没办法，只能弯腰一把将他捞起来，拖着他，让他趴自己肩膀上。许多多被这样对付方式扛着不舒服，于是就扑腾了2下。秦洛没忍住，抽了他屁股一巴掌。哎嘿，老实了，你就是欠收拾。秦洛直接把他打包带楼上房间去，走到床铺上想把他放下的时候，他又开始哼哼了。好好好，不放不放，你别哭啊！秦洛头疼，这要怎么整？他看着许多多，感觉今晚是要命了。秦洛只能抱着他来回走，但这一晚上谁遭得住啊？最后
他只能靠在沙发上，让他坐自己腿上，他就老实了。啊！救命啊！你就折磨我吧，哪天我给你折磨死了，你就给老子守寡。许多多晕乎乎的看着秦洛那诱人的脖子，刚咬上他脖子磨牙，秦洛就要把他扯开。别，停，先停一下，这再继续等下没法收场了。不过他一拉，狡诈的诗诗就开始委屈的直哼哼。别哭，给你咬。第二天，许多多是高兴的晃悠出门，秦洛顶着黑眼圈出来时是要死不活的样子。秦哥，你注意点，许多多好像到叛逆期了。给，这是第2批异能稀释剂，每人10支。秦洛拿起稀释剂，麻利的就给自己手臂扎进去。不过下一秒，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，脸开始发烫，体温开始上涨。这次反应有点大啊。真的，我心跳速度很快。目前都是常见的正常反应，别担心。秦洛脸红的可以，脖子都红了，浑身发烫。他温度会比其他人高一些，反应也更大，甚至开始出汗。多多同志，你照看秦队吧。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，随时联系我们。情绪低落和烦躁都是正常反应，如果有欲望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。许多多看着满脸潮红的秦大狗子，忍不住咽口水。怎么觉得这样湿漉漉的他那么迷人啊？好想咬。秦哥，你今晚悠着点哈。滚！他们3个字道别，秦洛有气无力的样子，看见自己的房门就跟看见希望似的，总算到了。许多多，明天见，你快去休息吧。殊不知许多多跟了上来，直接从他手臂下面钻了进去他家里。秦洛直接炸毛。许多多，别闹，出来！许多多站在他房间门口，就跟一身反骨猫似的，转头看他，见他这么说，直接就钻他房间里面去了。秦洛急了，别瞎跑，出去，不走你就完了。居然不听他的，找收拾呢。秦洛大步往卧室跑，但是没反应过来自己进门就下意识把他们俩关这个房间里。走到卧室，就看见许多多乖巧的站在里面四处看，但是没碰他东西，倒是又叛逆又乖。找死是吧？快回去！真没跟你开玩笑，我状态有点不对。许多多转头看他，这次乖乖的朝着他走过来，仰头看他。大狗子脸好红啊！他抬手拽他衣服，想把他拽下来，没办法，大狗子太高了，他踮脚都亲不到。秦洛一看他这动静，就知道他想干嘛，立马仰头不给亲。别，一亲就收不了场了。许多多立马哼了一声，他就巴巴的看着他，要委屈给他看。秦洛只能叹气，给，今晚回去睡觉。他感觉脑子更热了，但凡他意志不坚定点，现在许多多已经被他扔床上，酱酿一口吃掉。许多多靠近他后也不亲他，就动鼻子嗅嗅，他能闻出来秦洛现在非常不舒服，不放心他自己待着，所以才钻了进来。怎么了？快亲完回去，再待下去，后果你接受不了。叛逆期诗诗听不得这个，许多多直接把他往后推，吓得秦洛直起身往后退，下一秒大狗子就靠，吓到我了！怎么了？你干嘛啊？许多多歪头看了看，惊奇的发现大狗子意外的好推倒，软乎乎的狗子也太好欺负了。完蛋，诗诗好坏，但他不想改。许多多跟着爬上床，坐在他身上，低着头，满脸好奇的盯着身下的秦洛打量。秦洛被他做的心脏狂跳，见他这居高临下的样子，忍不住苦笑。你这是要整死我对吧？别闹了乖，我这情况你解决不了。话多，谁说我解决不了？哟，你还敢凶我，不得了啊你！他这会儿也明白过来，许多多应该是不放心他。秦洛又感动又头疼，只能开口巴拉巴拉劝他。你别闹，你能懂什么？你帮不了我，你目前只是一只笨蛋丧尸，咱们也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。许多多嫌弃他话多，把他嘴巴堵上，亲他，把大狗子亲迷糊了，然后许多多慢慢往下爬。许多多，不要！这天晚上，他让大狗子死去活来，爽了一个晚上。陈小飞他们仨去找秦洛，结果刚踏入客厅，就被猛烈的石楠花味冲了一个跟头，吓得他们仨瞬间飞奔出去。妈呀，秦哥这也太可怕了，他也不怕虚脱。王威虎满脸尴尬，装出什么都不明白的样子。走吧，咱们去食堂吃早饭去。陈小飞满脸不解，为什么啊？咱们不找小班长了吗？秦哥没起床，那咱们自己去呗。秦哥不至于这个都吃素吧？白树看傻子似的看陈小飞，王威虎秒懂后尴尬的笑笑。你在某些时候智商是真的不咋的。走吧，我们去吃早饭。什么？老白你天天蛐蛐我，不爽直接打一架了，一大早就拿我智商说事儿。为什么秦哥不起床，我们就不能去找小班长啊？他话说到这儿卡了，猛地明白过来，
他瞪大眼睛看看自家队长的房间，再看看隔壁小班长的房间。不会吧？不是我想的这样吧？曹操，这次是因为在国外发现大量的发电石，经过国际线上讨论，最终决定一块过去收集物资。这是指派任务，也没法拒绝的吧？确实是。这次要坐飞艇去，也不知道坐改造过的飞艇是什么感觉。据说速度比飞机还要快。总部这次派出的异能者有等级要求，必须得3阶以上，如果队伍里面有3阶以下的，则不允许参加。小班长可是还有必杀技，他异能不到1阶还是2阶的时候，都能跃起杀了那3星蛇人。天哪，这么算的话，小班长岂不是能越级打6、7星的变异怪物？小班长太牛了！不行，不可以，这种情况还是不要发生了，太伤脑子。风险太大，而且小班长的空间异能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暴露出来会更好些。其他空间系的异能者身边都要无时无刻跟着人，是保护也是监视，真的就挺不自由。我不要变残酷，我想跟着你们一起战斗到最后。宝贝，你这话太浪漫了。哇哦，和我们战斗到最后，真的感动了。小班长当初要是跟咱们一块入伍，说不准还真的干出一番战绩。战场上最反感丢下队友的逃兵，小班长一个没有入过伍的普通人，居然有这个觉悟，太棒了。诗诗现在看他们都得抬头看，看着越来越高的他们几个，有些心累。为什么就他长不高？太欺负诗了。自己一个人瞎琢磨什么呢？眼珠子滴溜溜的转。许多都觉得怪不好意思的，抬起爪子把他推远一点点。你竟然推我！你怎么可以推开我？你不爱我了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许多多怕丢脸，赶紧抱住他的手臂，让他快闭嘴。会丢人。哟，许多多，你现在都会害羞了，很可以啊，继续努力。这飞艇很炫酷，不过你们说哈，我以后要是继续升级，能不能全世界到处飞啊？我可是有翅膀的人。鸟人，趁小飞炸毛，小班长你看看他们俩欺负我。坏东西，道歉。对不起。抱歉。小班长，以后他们要是还闹，就得靠你来，真的。许多多疑惑，满脸疑惑。前排的玫瑰小队的姐姐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3A 确实好玩，猎豹小队和白鸽小队的队长俩人纷纷趴在座位上。多多姐真酷。和咱们合作的有3个国，附近还有其他国家的飞船，是敌是友还不好说。抵达城市内部后，大家缓慢谨慎地向前走，遇到变异虫子就提枪先打一通。看，巧克力。什么东西？许多多干脆一把拽住他，指了指一家豪华的巧克力作坊，里面都是精致的巧克力，末世已经3个多月了呀，但里面的物品看着好像昨晚才刚制作好似的，很新鲜，而且门窗都好好的。奇怪，怎么这种时候还有巧克力，而且这么新鲜，不该早坏了吗？许多多，你先进去。秦洛干脆一枪打掉门锁系统，把这门推开，许多多欢快地钻进去，先查了一番，发现没什么不对，就开始收，把里面的巧克力通通带走。巧克力，疼。可爱死了！秦哥，快看！我发现一家超市，这些罐头都好好的。更离谱的是，超市里面的蔬菜都还水灵灵的，这地方好奇怪，感觉跟自带保鲜效果一样。小班长去哪儿了？我把罐头给他。在里面呢。不过你真的不觉得你抱着罐头过来有什么问题吗？什么问题呀？这些罐头有毒，不能收。你空间卡呢？或者等会让许多多直接过去收不就行了？你还抱着罐头满街跑，不怕被别人看见啊？我天，还真是！我倒是怎么感觉智商多下降了一点？许多多，搞定没有？走吧。这地方是不是有毒啊？小班长给这罐头你拿好。这地方有点古怪。喂，老王、小白，你们俩在哪？没走远吧？在的，我在十字路口这边，这里的东西很奇怪，好像不会腐败。我在你们隔壁街道上，在广场发现了自由派的人，他们正在挖一种灰色的水晶，从他们言语中得出，这些好像是一种可以防腐的晶体。那边正好响起白人洋鬼子的挑衅声，看来是因为白树开口说话，发现了他，说了一连串的脏话骂人，十分嚣张。大致的意思是弱小无能的黄种东方男人，垃圾，干翻你就很脏。剩下的听不见了，因为白树干下去了。小白别冲动啊，要套麻袋，等等我们。我这边坐标距离你那近，我马上过去。这能忍，老子马上过来。
许多多提着粉色电锯也跟着往外冲。等他们赶到那边的时候，白树和王维虎2个人打5、6个人，挂了彩。许多多看见这几个洋鬼子，招招要人命，他立马也提着电锯往里面冲。欺负我朋友，诗诗打死你们！洋鬼子看许多多过来，他们还敢说下流话，甚至用恶心的眼神上下扫视他，就被及时赶到的秦洛瘫在地上打哆嗦。但凡不是秦洛控制一点，就全死了。他们的其中一位同伴背着一大包灰色水晶，还想跑，陈小飞追了上去，一堆飞刀把他扎成刺猬，还避开了致命点，很痛，但是不会死，血是哗啦啦的流。谁是垃圾？呸！你们才是洋垃圾！陈小飞把他背包拽下来，再用绳子捆了他，一并抓回去扔他同伴身上。秦洛用脚踹了他们几句。说说你们来这儿干嘛来？气焰挺嚣张啊，看不起黄种人。许多多听见陈小飞也在骂他们，就麻溜的从魔方空间里掏出一盆海水，递给陈小飞。陈小飞会意，谢谢小班长。随后，陈小飞把一盆阿尔式的海水都泼他们，疼得他们一阵惨叫。白树也是猜测，毕竟时间太短，有些东西还没了解透彻。交代明白，你们拿这些灰色水晶做什么？这种是不是叫做防腐石晶？我现在怀疑你们使用这种国际严禁的物品进行非法交易，你们都卖给哪些国家？听不懂人话。这群洋鬼子还敢笑，骂了个 stupid jerk。这应该让你们学学中文啊！看看你们这低级又匮乏的骂人词汇，翻来覆去就是这几个词。看实力也不过刚过4阶，是什么给了你们勇气这么嚣张？许多多这只小丧尸又掏出一盆海水，正在里面倒辣椒粉，还在往里面挤了芥末，最后用大勺子搅拌，把那几个洋鬼子吓得一哆嗦。刚刚前面那盆海盐水都够他们疼的。没想到啊，许多多你还有审讯的天赋。许多多满脸问号，又迟疑的看了看自己爪子下面的水盆。诗诗太坏了，干了坏事的诗诗有点心虚，结果秦洛把他抱起来放边上，自己动手搅拌。真是的，这种粗活放着我来，怎么能让你来干呢？他不怀好意的笑着，还朝着许多多伸手要盐。再来点盐。浪费，这是海水。不愧是我老婆，坏都坏得格外勤俭持家，真可爱。陈小飞和白树纷纷无语，真是甜蜜死他了。小班长，这个辣椒水请务必让我来倒。好。白树用了点精神控制，能控制对方说实话。这些东西叫防腐石晶，他们发现有防腐作用，所以一开始用这个囤积食物和高价卖给其他国家。后来发现食用后有异能者出现异能失效，国际发现后紧急列为禁用物品。结果非但没有影响他们的销量，反而也有人想利用这个谋害其他国家。这事还得交给总部来处理。白树将这些情况上报给总部，很快工作人员就把他们带走处理了。这一小范围的灰色全被许多多收到魔方空间里面，随后在周围的地方收集物资，顺便把变异昆虫围剿，收集它们的部分材料。越往里面走，越容易发现散落在地面上的发电石，许多多一路上都捡。这瓦国的矿石不少啊。确实，这些矿石都是重要资源，目前没有再发现危险物品，这些我们都能收起来。许多多扛着电锯打怪，偶尔看见矿石材料就低头收。他也记得这些材料很值钱，通通带回去换积分。诗诗超爱囤，就这么一路打怪，收集物资循环，很快就到了深夜。期间遇到几个贴脸怪物，悄无声息就冒出来在你身边，吓到陈小飞跑整，最后被许多多扛着电锯灭了。诗诗打架真的超级凶，秦洛拉都拉他不住，只能时不时叫唤他。哎呦，宝贝，别累着你。许多多觉得还好。陈小飞崇拜地看着小丧尸，小班长真是越来越厉害了，好有安全感。那是我老婆，能不厉害吗？秦哥，你也越来越不要脸了。秦洛也挺自豪，这么好的许多多是他的心上人。忙活一天，各个战队都找了个地方休息，上了街边店铺的2楼。在小小的花园里面，挖呀挖呀挖，洞小小的钩子给小丧尸玩。在大大的黑矿里面，挖呀挖呀挖，挖大大的矿石给大狗狗花。海啸即将到达，请尽快撤离。海啸即将到达，请尽快撤离。走了，快撤！秦洛立马捞起许多多，其他人迅速跟上，大地开始震动，大家一路狂奔，到瓦国边缘就安全了。许多多消耗了大部分异能。秦洛把他抱在身前，一路跑得飞快。陈小飞在半空中紧接着，看见那边密密麻麻的变异昆虫和变异兽们，顿时头皮发麻。
秦哥，东边有一大群变异昆虫，还有椰子蟹和长腿的鲨鱼。白树喘着粗气，这一路根本就没停，太累了，他听完都忍不住满脸问号。其他国家战队说有海啸，这是全往这边跑吗？可我们那边是有飞艇接应我们，但这些变异动物怎么知道往咱们这边跑会安全？陈小飞远远就看到一大群异兽前面追着金大鹏。金大鹏，老子操你丫的！你怎么敢把怪都往我们这边带？这家伙一直在这儿等着报仇呢，真是个小心眼。金川群，他疯了吗？这边带着基地的发电室，还有那么多支小队，他把变异动物们全引过来这边，处理不慎可能会全军覆没，被海啸卷走。所有人听令，立刻远离东边，立刻远离东边！你们别停，接着往前跑，别回头！妈的，要是让你给我抓到你，绝对要把你切成88块！大意了，大意了！他给了金川琼一个平 A， 这家伙在暗地放大，就想整死3A 战队。秦洛为了给足时间，其他战友撤离，他边跑边抬手对着东边发动，没有吝啬，直接引雷上攻。秦洛也几乎用完一，脚下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，还好稳住，怀里还有自家老婆，不能让他摔倒。许多多晕乎乎的，有点天旋地转。秦洛，你还好吗？哟，今天管我喊大名呢，喊大名也挺好听的。许多多又没动静，秦洛怕他智商又要低，赶紧让他不要睡。许多多，你还好吧？先别睡，等到了飞艇，让医生看着你再睡。你没哪里受伤吧？要是受伤，敢不告诉我，你就完了。许多多有点懒得开口，想打起精神来，但是诗诗没力气。秦洛心里咯噔一下，抽空抬手摸摸他脑袋瓜。还好吗？别睡，等会儿又成了呆瓜诗诗怎么办？不认识我了怎么办？我还等着你清醒的时候跟我结婚呢。等会儿一看，好家伙，进度条又回到起点，那我多倒霉啊！许多多觉得大狗子碎碎念真的很，不过他怀里真的很温暖。忘不了，喜欢你。诗诗含糊说了句，秦洛没听得太清楚，边抱着他边跑。啊，你说什么？秦洛往前面继续跑，后方已经开始了排水，知道蔓延的很快。太烦人了！许多多报警点，我要继续提速了。许多多默默搂紧他，这种时候他成为挂件会分开才好。世界真的是个圆圈。陈小飞他们往前狂奔的时候，又遇上了金鹏小队。嘿，那叫一个有意思！金川琼这队就剩下他自己。白树举枪就瞄准他心脏，结果他躲开了，白树一枪干掉他胳膊。运气真好，猜猜你下一次能不能躲过？金川琼被突然出现的白树吓一跳，他痛苦地捂着手臂上的伤口，神情惊慌，最后忽然开口扬声道：白树，你竟然敢谋害自己国家的战友，你狼心狗肺啊！金大鹏，老子操你丫的！自己引那些怪物过来追击他们，现在还有脸说这个？陈小飞听见这声音，立马掉头回来，飞刀猛地冲着金川琼去，最后被金川琼的盾牌挡住。他是金属系异能，气得陈小飞要用龙卷风弄死他。王威虎听见动静，很担心队友安危，连忙劝道：海啸要来了，别跟着人渣纠缠，等安全了再慢慢算账，优先保证自身安全，其他的回头再说。白树和陈小飞这才愤愤不平的转身跟着秦洛离开。陈小飞冷静下来时，再往后面看，瞬间头皮发麻。操，后面黑乎乎的大墙，那是海浪啊，这得多高啊！还看什么？快跑！这种时候很简单，王威虎也不可能丢下队伍，把猎豹白鸽小队护送上飞艇后，他就下了飞艇。王哥，你不上来吗？我等一下队长，你们先走，我们坐下一台飞艇。小班长呢？小班长怎么没动静？他快睡着了，没事儿，好着呢。在他怀里哪能出事？王威虎这才笑了起，只要大家都好好的就行。王威虎扭头看过去，也被这越来越高的大海浪。威虎忽然看见那边狂奔中的自家队友，心里才安稳下来。总算回来了，再不回来，王威虎也要急眼了。秦洛他们也跑了回来，走走走，上去上去。总算是全员撤退成功。打怪物，打怪物，打完怪物去约会。3A 小队就把有可能威胁到 M 市基地的变异动物们通通灭掉。这些蜥蜴人怎么突然冒出来啊？以前也就在影视剧里面见过，谁能想到现实也有？戏剧源于生活，说不准以前就有的也不一定，只是人类没发现。如果这个猜测是真的，那咱们以前在地面正常生活，他们在地下暗处戳盯着，多可怕！哎，秦哥和小班长人呢？你昨晚没认真听，秦哥今天要跟小班长去约会。啊，他们俩甩下咱们仨。
秦哥和小班长去谈恋爱，你也要跟着呀？你这也太粘人了。他们俩去哪了？这些艺人到处乱窜，他们俩还约会呢。我想去看看热闹，不是，我是想去保护他们。八卦就八卦，说的这么正义凛然做什么？走吧，他们去草原那边了。老板，你这副黑鬼，你自己不也是？走走走，去看看。不是你说的去保驾护航吗？你们真的要去？秦哥要打你们，我可不管啊。老王，你要是不去，就不是3A 小队的人。王威虎能不跟上吗？作为3A 小队母亲般的存在，他也不放心他们几个啊。等会儿秦哥会发火的，你们打扰他约会。都说了，我们只是去保护他们的安全，给进来的队长和小班长提供一个完美的约会场所。就是。于是他们仨暗戳戳的跟在秦洛他们俩身后，尾随到草原。快到了吗？快了，我已经能感应到秦哥和小班长的脑电波了。哎，老白，你这精神系异能也挺行的，这扎根天线都能当收音机了。哇，那到时候你是什么？小飞鼠变成了天线宝宝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再喊一声，我等会儿让你哈不出来。陈小飞就闭嘴闷声笑。咱们真的要去啊？要不回去吧？自家队长和小班长的能力加起来比他们仨都强，其实也没什么可担心的。人家约会啊，这俩二货真的要去，谁知道他们俩什么脑回路？王威虎这正直的人干不出这事儿，总觉得心里忐忑。陈小飞是贪玩，白树是恶趣味，这俩货有时候也很幼稚，不是一般幼稚。咦，别走了，前面那俩人是不是小班长和秦哥？卧槽，他们俩也太享受了，居然还有帐篷和小烧烤。陈小飞他们在不远处上的一棵树后躲着，这边枯树都没几棵，还好草足够旺盛，可以遮挡他们的身影。白树看了一下四周，很好，目前安全，就在这儿待着吧，不能靠得太近，不然会被发现的。咱们就蹲在这儿喂蚊子呢，我也想要帐篷，要烧烤。不然你去钻秦哥帐篷。白树往陈小飞怀里扔了一包东西，随后摸起来看，发现是包薯片。烧烤没有，但有烧烤味的薯片。说着就要扭扭捏捏的撞白树。嘤，老白白，你还是很好的。走开走开，别犯贱。就要。王威虎已经认命了，来都来了，干脆从空间卡里面摸出来一瓶酒，坐在边上就开始喝酒。哎，还挺爽。过了10几分钟后，陈小飞从自己空间卡里面掏出一点零食，慢悠悠吃着。哎，别人约会也这样吗？不应该亲亲抱抱搂搂吗？感觉秦哥已经在烤好久的串了。谁知道呢？咱们在场的几个人，谁谈过？扎心了。陈小飞捂着心口呜呜哭。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约一次会。现在也可以叫我一声爸爸，爸爸带你约会去。你做梦去吧。哎，秦哥这回约的没意思，一点情调都没有。话说什么时候来极光啊？咱们要在这儿喂蚊子吗？不知道。王威虎喝一口小酒，吃一颗花生，美滋滋，最后被陈小飞这烦人精抢了几颗花生。老王，我无聊。你无聊也别抢我花生啊，都没几颗。秦洛从刚才起就觉得哪里怪怪的，时不时还打喷嚏。许多多，你觉不觉得心里毛毛的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盯着咱们俩？不会是蜥蜴人吧？许多多其实也觉得有几道视线看着自己，但左右看看也没发现什么，于是摇摇头，他都感受不到。队长约会，3个队员暗中跟随，别人谈恋爱，他们打怪物，太心酸了。附近没东西。那估计是我想太多了，不过他们最好别来打扰我约会，不然……快，新鲜出炉，超好吃。秦洛把烤串烤好后，才赶紧招呼许多多过来，诗诗一口咬下，再把签子拔出来。炭火烤的串就是好吃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吃。秦洛一开始还美滋滋呢，觉得自己厨艺好，结果后面觉得不对劲啊，人家约会那是暧昧拉扯，粉红泡泡满天飞，女孩子那边肯定十分羞涩甜蜜。再看看自家这位小丧尸女朋友，面无表情的嚼，秦洛能感受得到，他觉得不太行，这约会不到位。这极光怎么还没来？不出意外的话，咱们明天要回基地了。许多多仰头看了看，确实等了好久，不过他现在更在意的是大狗子的耳朵和尾巴，他手痒痒心痒痒。吃完晚饭漱口，再擦嘴巴，最后洗爪子，然后一块坐在帐篷外面等极光。秦洛垂头丧气的在他身边坐下，抱着他蹭蹭脑袋，委屈巴巴。这约会一点都不浪漫，你一点都不感动，这第一次约会也太拉垮了。不拉怪，挺好的，我觉得浪漫。对诗诗来说，还是第一次有人专门带着她过来看极光。烤羊肉也很好吃，而且大狗子很可爱，跟他这样带也很开心，所以大狗子只要这么陪着他就很好。
秦洛看了一眼黑乎乎的天空，极光都没有。许多多这只小丧尸根本不懂什么叫浪漫，委屈他了。哈哈哈！刚刚陈小飞没憋住笑，然后就被自家队长注意到了。秦洛看过来的时候，他们仨小心脏都快炸掉，赶紧往草丛下面趴着。都说了让你别笑这么大声啊！哈哈哈哥，秦哥也知道这不浪漫呢，他还跟小班长撒娇呢，笑死我了。也就顾着约会呢，这要是平时肯定过来查看情况了，咱们仨就得暴露了。我们是来给他们保驾护航来的，万一这种时候冒出来什么变异怪物、蜥蜴人什么的怎么办？到时候岂不是打扰他们俩约会？是啊，这不是说什么来什么吗？结果他这乌鸦嘴真的白树黑着脸从空间卡里拿出枪来，白树掰着陈小飞的脸，示意他看过去，那边亮晶晶的一双眼睛，是变异蜈蚣。我操，来真的啊！我去引开他，你们俩再悄悄过来帮我灭了他。秦哥第一次约会啊，不能真被打扰了。小辣鸡，来追我啊！我又香又甜又软糯。陈小飞赶紧溜过去，把那只变异蜈蚣引走了，一路狂奔。走走走，快跟上！这家伙看着有4星。白树握着枪就跟上了。于是他们仨今晚还真的是来打变异动物来了。他们仨这边议论纷飞，还得注意别弄出大动静，是真的有点难度。秦洛和许多多像是有感知似的，纷纷朝那边看一眼，发现细微的动静，精神习惯性的紧绷起来。但等了半分钟也没怪物，秦洛就又松了一口气。别管他，肯定是什么变异怪物互相打架吞噬呢。我今天心情好，不干预他们，他们要是敢过来，我就灭了他。现在咱们好好约会。许多多看了一眼那边，那东西确实走了，他也打了好久的架，这会儿是休息时间，他也不想去追。秦洛干脆捞着许多多抱在身前，手感特别好，心里软乎乎的。秦洛也发现了许多多一直盯着自己毛茸茸的耳朵，再看着他眼巴巴的眼神，纠结了一下，又想起来这里是草原，是旷野，没别人在。哎，摸吧摸吧，本来第一次约会就不够浪漫，再不招补点就真没意思了。你以后清醒了，应该不会忘记今天吧？许多多转身专心薅大狗子的耳朵，毛茸茸的手感特别好，连带着他心里也软乎乎的，于是脸上也挂起笑容。秦洛被他摸得面红耳赤，这会儿是高兴了对吧？看你个笑脸真不容易。说完心里直叹气，为什么你太的反应这么大啊？这要是不那么敏感，他喜欢也就随便他摸去，偏偏耳朵和尾巴都很敏感，被他这么抓住揉揉捏捏肯定不行。好了吗？3分钟要到了。秦洛忍不住催促，主要许多多还跨在他身上，许多多摸着舍不得撒手，但他还是很讲信用的，说3分钟就3分钟，于是最后捏一下就松开了爪子。秦洛刚松了口气，结果下一秒他差点叫出声死。许多多也觉得坐的位置怪怪的，于是低头看看。秦洛赶紧捧住他的脸，看什么看？你坐疼我了，死！多多被他帅气的脸庞迷得不要不要的，大狗子确实很好看。不疼，我给你摸摸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变成丧尸就能不害臊吗？许多多手还真不老实的要摸摸，不过被秦洛抓住了。嗨，回去再说，这荒郊野外的，多不好意思啊。这边没有人，你害羞的话，我可以把这里圈成领域，和落地窗啊这些不赖比起来，也还好吧。至少在他的绝对领域里面，没有人能闯进来。秦洛小心脏都抖了下，他有点崩溃。你上哪了解的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？原来你正经的外表下是这么黄暴的心吗？你真是让我意想不到啊！明明你也很喜欢，到最后兴奋起来，还不是会反过来欺负我？许多多就低头忏悔，有点心虚。对于解锁浴室都能兴奋的不行的大狗子来说，这野外还是有点太过了。他觉得自己脑子得烧坏掉，于是拒绝了。一人一狮就着这尺度问题探讨交流的时候，极光来了，天空瞬间亮了起来。漂亮是肯定漂亮的，好像整片五彩斑斓的银河铺展在你的面前。许多多几乎是看呆了，搂着大狗子的脖子仰头看。秦洛搂着他的腰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喜欢。秦洛就有点得意。极光出现的那一刻，他忽然就发现了，再多人工制造的氛围感什么的，都不及大自然这一幕来的浪漫。带他看极光的决定果然没错。许多多自然而然的低头轻轻亲大狗子，秦洛也迎了上去，一只手摸着他的腰，一只手握上他的后颈，亲着亲着就不对劲了，热乎乎的。许多多在脑子晕乎乎变成浆糊前，把领域覆盖上，嗡的一声细微动荡，帐篷这边的区域就被他的空间领域锁定。这里就还是显示1天前的场景，陈小飞他们这边打怪，
累了一身汗，回来发现帐篷不见了。秦洛小班长去露营约会，3队友偷偷保驾护航，小班长在吃小烧烤看银河，他们还得打怪物，最后甜蜜还开启 VIP 模式，最后为了蚊子出了力，狗粮还吃不饱，简直太欺负狗了。陈小飞他们这边打怪，累了一身汗，回来发现帐篷不见了。秦哥和小班长回去了。感受不到他们俩的脑电波频率，但我发现了小班长的空间领域，虽然很细微，肯定是小班长用的空间领域，周围也没有打斗的痕迹，估计两人私下约会去了。走吧，没热闹看了，回去睡觉，明天还得赶路回基地。回去吧，趁早回去。秦哥也不知道这事儿。这万一小班长用领域是发生什么意外？乌鸦嘴，快别说了。小飞，你这嘴是真的有点毒，别瞎说。不要，我不走，要是有怪物来了怎么办？我要保护小班长，放开我！陈小飞就不吱声了，还是不放心，非要在这边守着。白树懒得吱声，直接和王威虎跟抬小猪似的把他抬走，抗议无效。第二天一早，秦洛带着许多多就回来了，看着样子还挺美，一人一狮甜蜜蜜。反观王威虎他们仨没睡好，陈小飞担心一晚上，顶着个黑眼圈。白树和王威虎盯着，不让陈小飞半夜跑出去，也没睡好。秦洛回来看见他们仨，还吓一跳。嚯，你们仨昨晚当贼去了？呵呵，我这辈子都不要担心别人了，特别是担心的对象，第二天还神清气爽的。就连许多多这只小丧尸精神都挺好。陈小飞嗷的一声就要哭了，王威虎则是有点心虚。昨晚他们仨可不是当贼吗？偷偷摸摸尾随看热闹，结果变成加班打变异蜈蚣。回去之后还没睡个好觉，太难了。不过好哥们难得谈一次恋爱，他们这仨兄弟真的没话说。昨晚也在暗地里为他第一次约会保驾护航了呢。三单身狗深藏功与名，秦洛摸不着头脑。没事好，今天就我开车吧，疲劳驾驶可不行。深夜，整个基地都响起来警戒声。卧槽，怎么了？出事了，出去外面看看。晚上12点05，睡了不到3个小时，听声音是有东西入侵了。走，过去看看。来到研究室，就看见科研人员抱着资料往外走。快！副10楼出现了蜥蜴人，蜥蜴人攻破研究院了！快撤！来不及了，快把病人都集中在一起，战斗小队呢？快过来帮忙！秦洛他们一听是蜥蜴人入侵，精神也立即紧绷起来。最近最可怕的怪物就是蜥蜴人，现在居然能攻破研究院。小白和小飞守在这边，我和许多多还有老王下去看看。明白。收到。秦洛带着许多多和王威虎就往楼下跑，白树和陈小飞帮忙把生病的孩子们都转移到同一个病房。越往下走越乱，还正面碰上几只丑不拉几的蜥蜴人，对方瞪着树瞳盯着他们仨，双方战斗一触即发。许多多扛着电锯就上了，直接从上楼层跃到下楼层，一个电锯就把一只蜥蜴人的肩膀砍下去，蓝色的血液飞溅。仗着这边是监控死角，许多多可以尽情的使用空间引领域一开，这几只蜥蜴人的身形都为之一震，再想逃跑就不能了。秦洛和王威虎也被蜥蜴人缠住，秦洛用上双刃刀，刀刀见血，还带雷击。王威虎用了土盾和土锤，大大小小5只蜥蜴人，花了不到20分钟解决，速度还是很快的。到了负10层，就看见蜥蜴人占据了整个楼层，全是啊！王威虎觉得头皮发麻，蜥蜴人们都在进食中，满地鲜红，血腥味扑鼻而来。许多多小脸绷紧，神情严肃。小乔从边上的通道跑过来，他身上的白大褂已经网红，看样子肩膀受伤了。王威虎抡着大土锤子就砸向蜥蜴人，这些怪物有恃无恐的模样，冷冰冰的眼神盯着人看，格外令人不舒服。秦洛看着密密麻麻的蜥蜴人，也立即上报总部。喂，3A 特殊作战队，洛神汇报 ，H10 基地研究中心发现大量蜥蜴人。再次重复 ，H10 基地研究中心发现大量蜥蜴人，目测有100多只。总部收到，已派出支援，请预测以下等级数量。秦洛看了一圈，发现这边负10楼遍地都是蜥蜴人，越往里面越多，密密麻麻的侵占了整个楼层。就单说5星的怪物可没碰到过，更何况这边5星一眼扫过去，居然有好几只。50%的2星，30%的3星，10%的4星，还有5星。总部收到，请注意安全，尽可能的保护同胞，支援马上到。
了解。秦洛用着雷暴编织了一个电网，暂时把他们控制在电网内。许多多再次投入战斗中，迅速拿起电锯砍了起来。他一电锯就能砍出一大个伤口。蜥蜴人忍不住嘶吼出声。许多多发现了蜥蜴人有点怕光，他们的眼睛能夜视，却十分怕强光。于是他立马对着队友喊话：他们怕光，我去总公司把灯都打开，注意安全。秦洛一个雷暴炸弹过去，直接炸死一堆低星蜥蜴。然而他们好像不会恐惧似的，继续攻击他们。对于同伴的死亡有一个无功。走，什么东西？总部还说他们或许诞生了文明，在我看来就是一群野蛮无脑的怪物。什么玩意儿？又丑陋又恶心，看看这大尾巴，跟老鼠似的。秦洛还真不是白骂的，他边骂边留意这些蜥蜴人的反应。机智的秦队长正在测试他们能不能听懂人话。许多多挥动3次电锯就能解决一只3星的蜥蜴人，越打越熟练，带着点火气打架最舒服。嘎嘎猛！王威虎看着那边又冒出来的蜥蜴人，喘着气。不行，缺口不堵住，没完没了。但是这缺口到底在哪？可惜小乔走了，他们也不知道研究中心的设计图纸，这边到底有几个走廊。基地受到蜥蜴怪入侵，3A 小队被包围，总部支援迟迟不来，危机再度升级。现在来多少打多少，咱们这围剿他们，而他们正好送什么来？秦洛用异能蓄力，很快雷暴能量球就出现在他手里，一挥手就朝着电网后方袭去，穿过电网就朝着蜥蜴人堆而去，噼里啪啦的雷暴不断响起来。麻烦，这完全放不开手脚啊！这些家伙真会找位置。话是这么说，秦洛还是不停地朝着蜥蜴人放的，雷暴声不断响起。许多多利用空间异能100平方的重压控制，导致蜥蜴人们行动迟缓，他们有了退缩的意识。但远处传来一声吼叫，他们就又接着1星的蜥蜴人死了后，剩下的3、4星混乱缠合，打起来不再轻松。不对劲，很不对劲，那么久了，支援的人没有来，信号好像彻底被屏蔽了。注意补充能量，许多多说的就是你，把领域关了吧，这技能太耗异能了。许多多的领域已经开了半个小时不止，而且期间施压的时候消耗的更快。他这会儿脸白的可怕。许多多猛猛灌2瓶稀释液，身上的力气快速的恢复了一些。秦洛有点不放心他，多看了他一眼。注意安全。我知道。他性格其实有点倔，秦洛也有点头疼。老王，你那怎么样？还行。王威虎也累得气喘吁吁，几十只的2、3星蜥蜴人靠着他们仨打。如果今天不是3A 小队在这儿，早被蜥蜴人攻陷整个研究所。许多多有点担心小乔，说好的去开强光灯，但并没有。总部说好的支援也没有，上面什么情况都不知道。走吧，先把这几只干掉，咱们找找被攻破的缺口在哪里，到时候老王先把它补上，之后再说别的。明白。明白。他们仨继续战斗。由于剩下的都是4星和5星的蜥蜴人，真的超级难打。他们甚至会藏匿在转角或是房间，然后突然冒出来袭击你。他们仨不得不心疼。5星的变异蜥蜴人是什么恐怖的存在？他们仨根本没有时间思考，只能战斗再战，被打趴下就再爬起来。好不容易解决掉最后3只5星蜥蜴人，他们仨也成功挂彩。秦洛嘴角溢出鲜血，王威虎一身伤口，许多多差点站不起来了。秦洛自己检查了一下，肋骨没有断，四肢好好的，就是被蜥蜴人尾巴抽飞了几次，受了内伤。怎么样，还好吗？许多多点点头，他抬眼看过去，满地残骸和血污。老王还行吗？喘口气，补能量，咱们去封缺口。没问题，给我5分钟。好，原地休息5分钟再出发。秦洛尝试联系一下陈小飞和白树，也没有动静。俩人一失，抓紧时间补充能量。许多多猛猛吃掉好几颗3星异能。秦洛看了一眼脏尸，许多多狼狈的可以，但在他眼里还是那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小丧尸。哎，你真可以出师了，真的好帅啊你！许多多被夸了，他爪子上还抓住一把硬核，囫囵吞枣似的塞嘴里，看着狼狈的大口子，有一点点心疼他。还有王威虎，从来没有这么狼狈的，今天也是累得够呛。他抓了2个饭团出来，分给他们俩1人1个，他们俩也不扭捏，迅速填饱肚子，全程就休息了5分钟。走吧。许多多和王威虎再次跟上他，俩人一时谨慎地朝着走廊往里走，脚步声很明显，整个副食层很安静，越是安静，越是让人心里发凉，头皮发麻。路上也有一些残骸，然而到了通道尽头，就发现蜥蜴人都是从地下停车场那边出来的，那边还围着一群蜥蜴人。
中间坐着一个巨大的蜥蜴人，而这只最大只的蜥蜴人嘴里嚼着蜥蜴人的大腿，蓝色的血浆呼了一嘴，他们竟然会同类相食。基地遭遇蜥蜴怪入侵，出现强大怪物，3A 小队全员重伤，命悬一线。于是他们仨迅速往回撤。刚撤回靠近电梯口的地方，就看见小乔回来了，他也受了重伤。控制室被一只5星蜥蜴人占据了，我进不去，咱们先撤吧。忽然就发现不对劲，转头一看，那只巨大的蜥蜴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带着其他手下已经出现在后面，正虎视眈眈看着他们。来不及了，小乔，你带着许多多先撤。多多宝贝，我们先走，这怪物至少有6星，让秦队他们俩拖会儿时间，我们去叫救兵。我不走。那你们注意安全，我去搬救兵。许多多，你真的很不听话，之前异化蛇人也是这样。许多多心里清楚，自己至少还有大杀招，要是留下秦洛和王威虎，他们俩会更危险。王威虎一声怒吼，一堆土刺朝着蜥蜴人的扎去，秦洛迅速跟上。蜥蜴人巨大的尾巴很有力量，居然可以把秦洛的雷暴拍掉。靠，行啊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能把我雷暴炸弹甩开的。秦洛被拍飞了后，上吐了一口血，还能接着爬起来，像是不知道疼一样。秦洛越战越勇，就是偶尔许多多被拍飞的时候，他会心疼到心脏一紧。许多多，你别莽啊，看着点，注意安全。王威虎也被抽飞好几次，6星怪物果然很猛。不过他们仨默契还是有的，知道贸然干不掉这只大蜥蜴人，就时不时攻击他身边的小蜥蜴人，慢慢的就把小蜥蜴人给干掉了。大蜥蜴人发现自己的手下都没了，狂击地面，把地面都敲裂开来。秦洛的雷系异能还敢用，他就是那种异能还剩下1%见红了，他都还敢突破极限，接着用大招的狠人。主打的就是对敌人狠，对自己更狠。秦洛趁机憋了招大，把雷暴甩在高星蜥蜴人身上，同时耳麦滋啦滋啦的发出动静，总算恢复通讯了。靠，你们再晚点，老子这队人就要折在腐蚀层了。您好，这里是 H 市基地指挥中心，秦队第1批支援小队在途中遭受袭击，已经不幸遇难，我们已经派出其他小队前往支援。显然基地外面也乱了，秦洛稳住心神，一边抗住蜥蜴人的尖爪，一边喘息。大约多久能到？给个时间，我这边最多只能再撑30分钟，再这么下去，整个研究院都得玩完。他瞥见许多多冲了过来，又被蜥蜴人抽飞，真是心脏都不好了。许多多别过来了，老实待着。许多多趴在地上，他亲眼看见蜥蜴人用爪子按住秦洛，他怎么可能忍得住不过去？王威虎也已经累趴了。许多多摇摇头，保持清醒，他觉得脑子都快成浆糊了。他最后用了一次空间绞杀，然而异能严重不足，没法把这只蜥蜴人炸掉，但好歹给他造成重伤。同时秦洛将双刃刀炸入他的身体，通了雷暴系异能炸出去，他把秦洛甩了出去，最后重重的落地。秦洛又喷了一口血，这次是完全憋不住了，连着咳嗽好久，许多多爬都爬不起来。然而变异蜥蜴人居然还能爬起来，他们仨都要疯了。靠，死！妈的，这就是6星吗？我算是见识了。秦洛重伤还能骂骂咧咧，王威虎和许多多是真的爬不起来了。也万幸这波蜥蜴人大军只剩下这只终极 BOSS， 还是半残的。秦洛浑身是伤口，异能接近耗尽，他也还是爬起来了。许多多费力的提起精神，睁着眼睛看他。诗诗还在挣扎，你别动了，省点力气。他对着变异蜥蜴人挑衅一笑，半残的蜥蜴人顿时愤怒的开火，他也是。但6星的恢复能力真的是怪物级别，几乎是肉眼可见的在修复。秦洛知道不能再耽搁下去，晚1分钟对方恢复的就越快，他不确定能不能战胜。但哪怕是死，至少也得保证许多多或王威虎他们俩能活下来。极限1或2，那也不亏。